前世我被恶毒妹妹算计下乡，结果却被一群人拖进苞米地，填满了缝隙。好不容易在闺蜜帮助下回了城，才知道她不仅抢了我的未婚夫，就连我的母亲也被她送进了精神病院。后来我误打误撞闪婚高嫁了个军官，但由于那件事情也让我终身不孕，收养了个女儿又是白眼狼，逼我从床上跳下。好在老天给了我一次重生的机会，这一世老娘我不伺候了。祝建军，我告诉你，可心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，你让她替倩倩那丫头去下乡受苦，我不同意。二弟对我有救命之恩，倩倩又从小寄养在我们家，身体又虚弱，咱不能让她去乡下。你少跟我说那些屁话，你到底为了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。对，二弟对你是有救命之恩，但那也只是对你，不是对我们家可心。你不想他女儿去下乡，就自己想别的办法，别打我女儿的主意。再说可心跟杨伟打小就定了娃娃亲，替他下乡这婚事就耽误了。娃娃亲又没指名道姓，现在杨伟跟倩倩谈得来，老杨想撮合一下他们俩。你说什么？当初可是我怀着可心才定的娃娃亲。杨伟这孩子聪明，年纪轻轻就进了厂子的办公室，将来肯定比他爸有出息，到时候弄个厂长当也不是没可能。听唐梅这么一说，祝建军也很无奈。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倩倩和杨伟现在两情相悦，杨主任也没意见。放屁，那是无媒苟合，倩倩怎么能这么做？这不是背后捅刀子吗？气死我了！我就说那个丫头不省心。够了，你还想不想过？不想过离了，别什么事都怪倩倩，是杨伟先喜欢她，她有什么错？老杨是办公室主任，我也正在竞选车间主任，两家的关系不能因为孩子间的矛盾断了。可心一向乖巧懂事，肯定不会让我这个做父亲的为难，替妹妹下乡也是她这个做姐姐的仁义。你错了，我不会替倩倩下乡的。孩子，你怎么起来了？你还发着烧呢？我再不起来，我爸就把我卖了。祝可心声音里带着失望，之前一直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会对堂妹比对自己还要好，甚至为了逼自己替堂妹下乡要离婚。现在他知道了，原来堂妹倩倩根本就是他和二婶的女儿，除了他和二婶谁都不知道。说什么胡话，爸怎么可能卖了你？那么多同龄人一起下乡呢，你同一届的同学也有几个要去，就当体验生活。说得好听，你怎么不让倩倩去体验？厂里的名单是让倩倩下乡，不是我。可心，你是当姐姐的，应该拿出当姐姐的气度。倩倩她从小就体弱多病，不及你适应能力强，你先替她下乡，回头等爸当上车间主任再想办法给你争取回城名额。我不是小孩子，你不用拿这一套骗我，该是谁下乡就是谁下乡，再让我替他下乡，我就去上面举报你弄虚作假。上一世祝可心下乡后，祝建军确实当上了车间主任，可结果是连封信都没收到，更别说争取回城的名额。听祝可心这么一说，祝建军的脸瞬间黑了。祝可心，我是你亲爸，你去举报我一个试试。哼，你还知道你是我亲爸啊？亲爸会为了别人的女儿送自己的女儿下乡吗？让你下乡你就下乡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以前你那么懂事，为什么现在变成这样了？懂事？我懂事得到了什么？只要是倩倩看中的东西，你都让我给她，现在还想让我替她下乡？到底我是你女儿还是她是你女儿？而且我已经考上了城东医院中医科，你想让我去也没那个机会。你。此时的祝建军无言以对，气得机遇暴走，他扬起巴掌就想动手，可谁知下一秒，你敢动我女儿一下试试？老娘我今天跟你拼了！医院可不好进，你没上过卫校，又没人脉，怎么可能考得上？我说考上了就是考上了，你管我怎么考上的？祝可心一向是大家心目中的乖乖女，见她说的这么理直气壮，祝建军想不相信都难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祝可心确实是说谎了。妈，快把户口本给我，我去参加考试。什么？你没考上？唐梅愣住了，女儿的这一出让她有点始料不及。妈，你快点帮我找户口吧，再耽搁就真考不上了。你难道真想我下乡吗？不想，我这就去给你拿。唐梅1000个1万个不想，马上就去房间拿户口本，把户口本递给他以后又说道：你现在还生着病，现在去考试行吗？不行也得行，我不想下乡。那你吃了这粒药再去。看着唐梅手上拿的那粒药，祝可心愣住了，但她还是没有犹豫，一口吞了下去，然后又给自己把了把脉，可这一把他脉愣住了，居然没有脉搏。那他现在活得好好的又怎么解释？他脑袋瓜子嗡嗡的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没事，我这就出门。祝可心不想让母亲担心，骑上自行车就匆匆出了门。她不会再像上一世一样任人摆布，更不想拿自己的人生为堂妹铺路。说起来，她抑郁跳楼跟倩倩也脱不了关系。本来怀孕艰难已经是她最大的痛，可倩倩还经常拿孩子当着她的面炫耀，这些她可以都不在乎。
但后来他和赵日天收养了一个女儿，倩倩炫耀之余又多了一重乐趣，那就是收买他的养女。他的养女跟他不亲，反倒只跟倩倩亲，所有的委屈憋在心里快炸了，不能跟聚少离多的丈夫诉说，也没有其他人可以倾诉。这次他想开了，不招惹他，不结婚，各自开开心心的过一辈子。然而就在他立志端上铁饭碗，准备在城里开展新的生活时，因他不孕承受巨大压力的军官丈夫赵日天先一步重生了。而他醒来的第一件事，那就是亲自安排跟他相亲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和叔叔跟我一说，我都快吓死了。你说你见义勇为，怎么差点把命搭进去了？我不是不让他告诉你吗？曾兰慧本来就对儿子心怀愧疚，这下心里更不是滋味。日天，我知道你怪我跟你爸离婚，更怪我跟你和叔叔再婚，但你是我儿子这个事实改变不了，我对你的疼爱一分不会少。赵日天明白，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这个是拦不住的。再说那是上一辈人的事，他也不想管。而且这次让他来的主要目的不是讨论他的婚姻，而是提前准备老婆本。妈，我要结婚了。你连对象都没有，跟谁结婚？一听说他要结婚，曾兰慧的脑子有点短路。等我出院就去提亲。一想到前世因抑郁跳楼自杀的媳妇，赵日天恨不得马上出现在他面前。可曾兰慧想了一圈也想不出是谁，平时在部队连知母蚊子都很难见到，更别说大姑娘。妈知道你是个有主见的人，不管是哪家的姑娘，只要你喜欢就好，妈都不干涉。我那里有几床织锦缎被面，回去就做成喜被，省得给你棉花票你还要找别人做，剩下的布票、糖票、侨汇券和工业券什么的，回头一并给你拿过来，别亏待了人家姑娘。随你。日天见他处处为自己着想，心底有些动容。前世因为母亲改嫁跟他置气很多年，直到自己结了婚才明白他的不易，可惜母亲却因一场意外早早离世。曾兰慧见他不反对，眼角眉梢染上了笑意。可就在他准备继续往下说的时候，突然瞥见窗外一抹军装绿。那个我就先走了，回头给你送过去。就在曾兰慧出门不到2分钟，赵日天那个已经做首长的父亲赵四走进了屋。他刚刚特意避开前妻等在窗外，但也听到了他们母子一半的对话。你要跟哪家的姑娘结婚？什么政治面貌、政治背景怎么样？这次你立了功，升团长不成问题，可不能因为女方政审不合格错失机会。他不会影响我，父母都是工人阶级，跟郑苗红，北城本地人。工人阶级好，跟郑苗红好，本地人更好。你好好养伤，剩下的由我来操办。我现在就去弄自行车票、缝纫机票、表票和工业券。收音机我那儿有，还是新的没拆封，回头让勤务兵统一给你送过去。不用你这个大首长操心，我有工资。你那点工资能干什么？除了这3转一响，我再给你准备点现金和常用票，彩礼也不能小气。赵四如今的身份也不允许小气，什么都要办得体体面面，尤其是在各方面都要压倒曾兰慧，不能让他准备的比自己多。而赵日天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不过还不够，他要为他们的小家争取更多，这样媳妇才不会因为家庭琐事烦恼。你帮我在家属院搞一套房子。你说什么？这媳妇还没娶到家，儿子倒是先有了搬出去的念头。赵四想要发火，但转念一想，儿子好不容易有了要结婚的心，不能打击他。你小子结婚后要不尽快生个孙子出来给我们玩，老子饶不了你。赵日天目送他风风火火的离开，猛地坐起来。前世各种治疗不孕不育的偏方试了，大小医院看遍了，试管也没放过，却一直没有成功，迟迟不孕，害媳妇都得了抑郁症。收养来的女儿不但没有给媳妇带来快乐，还加重了她的病情。想到媳妇那双绝望而又疏离的双眼，他的心猛地刺痛。或许是他错过了什么，终究对他了解不够，所以这一世他要赶在他下乡前重新认识他，绝不能让他再下乡。前世被恶毒妹妹算计下乡，结果却被一群人拖进苞米地填满了缝隙，差点让我客死他乡。如今的我重生归来，定要让这恶毒妇女付出代价。阮玲，我没来晚吧？没有，还有30分钟比试才开始呢。那就好。可心，你是不是病了？脸这么白，而且还出这么多汗。我没事，就是骑自行车过来有点热。刚刚吃的药力已经发挥了作用，祝可心现在确实有点热，她都有点佩服自己，生着病居然骑这么远的路。那我先带你去找我妈报名。好。阮玲在前面带路，祝可心努力让自己清醒着，然后晕晕乎乎的就报了名。现在的笔试对她来说就是小菜一碟。前世下乡后，她被分到卫生站帮忙，最基础的知识已经印在脑子，甚至还跟着下放的老中医学习了很多治疗疑难杂症的偏方，开方治病都没问题。恢复高考后，她本想考医学院，可左等右等，迟迟等不来通知书，直到临死前才知道自己的通知书被暗恋自己的男知青偷偷撕毁了，而且还是倩倩出的主意。其实她和赵日天本来没有交集，
只不过当时那个南知青为了跟他在一起，特意制造英雄救美的机会，结果误打误撞被赵日天给救了。这次参加比试的加上他总共7个人，只留3个。阮玲一点都不紧张，比试只是走个过场，就是为了不给旁人留画饼。而另一个则是大院子女，是凭实力留下还是通过内定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跟阮玲分开后，他心情愉快地骑上自行车回家，谁知刚一出医院就看到了正准备上车的赵日天，这吓得他连忙调转了方向，心扑通扑通跳得厉害。赵日天那一身军装绿格外显眼，棱角分明的侧脸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坚毅。不可否认，他是爱她的，一点一滴的回忆骗不了人，只是他不能再拖累她，这辈子也不打算结婚了，他值得更好的人。眼泪不知不觉模糊了双眼，他不敢回头，但能感觉到他乘坐的吉普车朝着相反的方向远去。到家后，倩倩已经回来了，热情地递过来一块烤红薯。姐，我买了你最爱吃的烤红薯，保管你吃完什么病都没了。我不要。祝可心没伸手，他讨厌倩倩，但更多的是气前世的自己，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。但凡他不那么天真的相信父亲的鬼话，争上一争，也不至于那么惨。我妈呢？祝可心的这一声我妈让倩倩愣了一下，之前他都是说咱妈，可这一说我妈倒让倩倩有点没适应。好像是出去买菜了，你找她有事吗？祝可心没说话，倩倩此时还不知道他已经考上护士，平时可心心情不好时也会对他爱答不理，所以只以为他这是答应了替自己下乡不开心。姐，你替我下乡我心里很感激，我争取每个月给你寄10块钱，让你在乡下也能过得顺遂。每月给我寄10块钱，你是咋想的？前世倩倩知道他同意替他下乡后也是这么说的，可结果别说10块，就连1毛钱他都没收到过。你要是觉得10块钱不够的话，我再想办法多给你寄点。要不是我身体弱，亲爸又住牛棚，一定不会让姐姐受这个罪。说实话，我心里也不好受，以后我替你多孝顺爸妈。照往常，祝可心虽然不会跟他上演一场姐妹情深，也会感动几分，可一旦醒悟过来，听着这话就不对味了。我自己的妈我自己孝顺，既然你心里不好受，那你就自己去吧。身体弱那是因为平时不锻炼，下乡多锻炼锻炼就好了。倩倩的大眼睛瞪得溜圆，难以置信地问道：姐，难道你没答应吧？谁说我答应了？凭什么让我替你去？你自己是没腿还是没脚？祝倩倩一听也慌了，她本以为祝建军肯定已经劝说成功，可没想到是自己想多了，手里的烤红薯啪的一声掉到地上，瞬间就变成了坨屎一样。而此时祝可心的心情却格外清爽。咱家啥家庭条件，现在烤红薯都不当回事了，还是说你们都有钱了？唐梅没有点名道姓，甚至还挂了个门，但心里很明白这烤红薯是倩倩掉的，因为倩倩手上粘着烤红薯，而可心的手却是干干净净。此时的倩倩好似受了很大委屈，抹着眼泪跑了出去。他肯定又去找你爸了，随他，找谁都没用。而一切也正如唐梅所说的那样，倩倩先去找祝建军哭诉，虽说祝建军此时也正在头疼，但还是安抚了他一番。可当倩倩听到祝可心已经考上了护士，她瞬间崩溃了，捂着下面就哭了起来。对于这个寄养过来就一直叫他爸的女儿，祝建军很是心疼。更重要的是，这还是初恋的女儿，从她的身上依稀能看到初恋的影子。虽然初恋选择了弟弟，但这并不影响他对初恋那条缝隙的爱。倩倩，你别着急，我肯定能想到办法的。你姐就是不能替你下乡也没关系，我也能想到办法让你不下乡。此时倩倩的眼泪就像是月经来临，大片大片的流了下来。爸，我现在能指望的就是你了，我想留在你身边孝顺你，去乡下也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。孩子，别说傻话，爸不会让你下乡的。祝建军连忙做出保证，时间紧，任务重，再想不出办法就真来不及了。而倩倩也不敢把希望都放在他一个人身上，她低估了祝可心，她真没想到他会考上护士，但如果能把护士的工作也让给他，那就太完美了。但转念一想，他又傻眼了，这祝可心怎么会突然考护士，而且还考上了？难道是为了跟杨伟在一起？如果他能早点拿下杨伟，那留在城里的保障岂不是又多了一重？于是他赶紧又去找了杨伟。伟哥，我实在是不想打扰你上班的，可我真的没办法了。慢慢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听杨伟这么一说，倩倩哭得更是梨花带雨。伟哥，你也知道我是寄养在大伯家，总不能让姐姐替我去下乡。我想好了，我去下乡，不让姐姐他们为难。只是一想到下乡后就再也见不到伟哥，我的心里就好难过。要不是在厂子门口，杨伟都想一把把他的头按压下去，但仅存的一丝理智还是让他保持了冷静。倩倩，你别难过，实在没别的办法，咱俩就先领证，只要领了证，你就可以光明正大留在城里。可是杨叔叔和万姨会同意吗？有我在呢，你放心，
而且我只喜欢你，对那个像木头一样的祝可心没有一点感觉。伟哥，你别这么说我姐，她只是不善言辞而已。得了，你就护着她吧。杨伟越发觉得她善良，甚至有点厌恶订了娃娃亲的祝可心，想到把他们凑一起就起鸡皮疙瘩，只希望下乡的是祝可心，离他越远越好。而前世的祝可心同意替倩倩下乡，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倩倩和杨伟搞在一起太伤心，她只想快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如今她不会那么傻，倩倩炫耀的只是自己假想的表面幸福，而且逃避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。她给自己做了规划，定制了新的目标，这一世她要考医科大学，做医生，治疗好自己的不孕不育。她一边整理思绪，一边收拾原本打算卖掉的旧书，可突然一张价值1000万的邮票从书里掉了下来。我只是随手整理了一下旧书籍，却发现了一张价值1000万的邮票。在我记忆中，这张邮票被倩倩以100万的价格变卖，让我错失了成为百万富翁的机会。这次一定要保管好，不能再让它丢了。这个柜子里的暗格只有我一个人知道，邮票藏在这，绝不会有第二个人知道。这个柜子是父亲在二手市场给倩倩淘的，倩倩看不上父亲，又给她换了个新的，这个就留给了可心。记忆里，父亲还爱藏私房钱，可心趁大家不在，把他所有的私房钱都收进了暗格，总共103块钱，还有几张粮票。等搞定了倩倩，再给母亲一个惊喜。唐梅听他翻箱倒柜，拿着锅铲就走了过来。倒腾什么呢？有人病刚好一点，不晓得好好休息。找了几本书。为了转移母亲的注意力，可心故意岔开话题。妈，做什么好吃的呢？是不是炖鱼了？闻着这香味儿我都饿了。就你鼻子最灵，为了庆祝你考上护士，妈特意熬了鱼汤，你等着，妈先去给你盛一小碗。妈，还是你最好。照往常，他肯定会等祝建军和倩倩回来一起吃，但现在连提都没提，放下书直奔厨房。可心是一边吃一边夸，还不忘关心妈妈。妈，你也尝尝，每次做了你都舍不得吃，这次不许再省了。唐梅总觉得女儿哪里不一样了，又觉得这样也没什么不对，抿了一小口鱼汤问：可心，还有哪里不舒服吗？没有，不烧了，我现在感觉精神特别好。那就好，你考上护士，妈很开心。你毕业之前，妈一直想让你在服装厂上班，这样也好有个照应，没想到你去了医院。我也是沾了阮玲的光，你也知道我们俩好的跟一个人似的，他早就想让我跟他一起考护士了。咱不能白沾人家的光，回头我买点东西你给阮玲妈妈送过去，不能让人家觉得咱们家不懂事。我知道了吗？自从倩倩这个丫头来了，我和你爸几乎天天吵架，你爸心里想什么，我比谁都清楚。他以为他瞒得严实，其实从嫁给他第一天我就知道他的心在别人身上。唐梅一见到丈夫对那个女人的女儿好，心里就膈应，如今还要让自己的女儿替那个女人的女儿受苦，心里就更不舒坦。可心啊，我觉得倩倩在我们户口本上留的时间也够久了，你爸越护着她，我越要让她下乡。这些年我们受太多委屈了，如今看到你的改变，妈很高兴，你长大了，有自己的想法很好。妈，我都不知道你有多不愿我替她下乡，我不会再受那份欺负的，你放心好了。你现在能这么想，妈妈很替你高兴。正所谓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。可心啊，以后我们要做也得做那个骑马的。妈，你有没有怀疑过倩倩是我爸和二婶生的？闻言，唐梅脸色大变。你也这么怀疑？她对倩倩永远都比对我好，换谁都会怀疑。唐梅攥着搪瓷缸子的手有点颤抖。我不止一次这么怀疑过，可惜我又没有证据。可心也没拿到证据，不然不会用怀疑开始这个话题。母女俩敞开心扉，开始商量着如何顺利让倩倩下乡。又过了1个小时，祝建军和倩倩前后脚到家，看到桌上的鱼刺皱了皱眉。怎么没等我们就先吃了？谁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回来？给我和倩倩下碗面条。脸怎么那么大？想吃自己做，我又不是你的奴隶，你凭什么使唤我？吃枪要了你。爸，我去做饭，你别为难妈了，这又不是第一次没做我们的饭，我都习惯了。祝建军不舍得他这细皮嫩肉下厨，抢先一步说道：我去做，你先去歇。祝可心靠在墙上静静地看着自己的父亲跟别人表演父女情深，真是可笑啊，我上辈子怎么那么蠢，居然为了这种人毁了一辈子。祝建军，你过来。你想做什么？倩倩下乡的事不能再拖了，后天就要走一批，你作为车间主任的竞争者不积极的话，恐怕会第一个被淘汰。这么快？不是说还有几天吗？这还快？以为居委会是你们自己家开的？听唐梅这么说完，倩倩慌了。明天结婚也来不及啊，
况且杨伟的母亲首先就不同意，要攻克这座大山不是1天2天就能解决，哪怕赶最早一班车，也要明天中午就能到。只是斗这母女俩也需要时间。想着，他扇了自己2耳光，泪汪汪地看向祝建军。爸，我没有姐姐那么好的运气，当不了护士，以后恐怕不能给你尽孝了。都怪我笨，怎么就没能考个护士呢？说者有心，听者也有意。祝建军经他这么一提醒，脑子一亮。可心，你比你妹妹坚强，我看还是你去下乡，护士这个工作让给星星做。孝喜，你以为我说去举报是随便说说？你又哪儿来的勇气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想夺走我的工作，毁掉我的人生？原本以为有了工作就能改变下乡的命运，没想到亲生父亲会无情到这种地步，也是他低估了倩倩的贪心。唐梅也恼了，扛着40米大刀就冲了出来。祝建军，你说的是他娘的人话吗？可心是你女儿，你把她当什么？别以为我女儿懂事，你就可以随便欺负她。祝建军第一反应就是护住倩倩，同时又怕唐梅下洗手，忙说：你先把刀放下，我就是那么一说，工作哪儿能说换就换？说也不行，你有这个心就不行。可心是我的底线，你不是护着倩倩吗？那好，我同意离婚，你带她搬出去。祝可心听到离婚这个词，心里猛然一紧。刚刚商量对策的时候，母亲自始至终都没提离婚，可见对婚姻还是有期待的。而现在祝建军彻底把这份期待击碎了，倩倩就是想让他们离婚，心里窃喜，面上还是声泪俱下。妈，都是我不好，你别怪爸，别跟爸离婚，爸就是太疼我了才会那么说，你别怪他，要怪就怪我。唐梅气的眉毛都烧起来了。你也不是个好东西，不怪你怪谁？唐梅，你怎么总跟个孩子一般见识？星星是我们的家人，我们应该想办法帮他渡过难关，你干嘛非要拆散这个家？帮他渡过难关就把我往火坑里推。他来我们家后，你什么都让我让着他，他吃的用的都比我的好，连零花钱都比我的多。就这样你还偷偷贴补他，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可心，你别忘了你是姐姐，你让着妹妹怎么了？我凭什么让着他？其他的我可以都不在乎，工作和下乡你还帮着他抢走，我不说不代表我傻。想拆散这个家的人是你，你对他们都好，对外面所有人好，是所有人眼中的老好人，唯独不会对我和我妈好。你到底跟谁是一家子？够了，没对你们好，你们吃的用的哪一样不是我挣的？你看看你现在像什么样子，哪里还有之前的乖巧懂事？你要听话替倩倩下乡，哪有这么多事？你有什么好吵吵的？你妈都拿菜刀了，你也不知道劝着点，还在这儿添油加醋，煽风点火，有一点为人子女的自我修养吗？修养能当饭吃吗？看来我是平时对你太宽容了，3天不打上房揭瓦，跟你商量是尊重你，我不跟你商量你能怎么样？我今天还就做主了，工作给星星，你替他下乡磨练磨练，也改改你这性子。祝建军，你混蛋！唐梅这暴脾气上来，靠的一刀捅桌子上，要不是祝建军躲得快，这一刀能砍断他的肉棒子。惊魂未定的他尿了一裤子。唐梅，你疯了！她明明有老公，却要夜夜守活寡，只因老公不喜欢她闭着眼睛睡觉的习惯。不仅如此，老公还喜欢背着她找隔壁老王。为此，她提着刀追着老公大喊：我是疯了！祝建军，我现在给你2条路：第一，离婚，我带欣欣过，你带倩倩过；第二，不离婚也可以，让倩倩下乡挪出我们家户口本，我也可以维持表面的关系，让你当上车间主任。但是别打欣欣的主意，欣欣的一切都与你无关。唐梅提离婚并不是一时冲动，一直不离婚也是为女儿考虑，但现在他们要伤害自己的女儿，她索性也豁出去了。祝建军，这守活寡的日子我也是过够了，你给个痛快话。听了唐梅这番话，祝建军脸色顿时不好了。他的意思不就是说他那方面不行吗？不过他并不觉得唐梅要真离婚，而是为了逼倩倩下乡使出的伎俩。现在是竞争车间主任的关键时刻，绝对不能离婚。别闹了，离什么离？让左邻右舍听见不像话，还嫌下乡的事不够头疼，就知道添乱。你头疼，那是你活该。祝建军，我早就告诉过你，欣欣是我的底线，只要她不愿意，你就别想为她做任何决定。祝建军眉头紧皱，心想这欣欣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叛逆了？不过唐梅的话提醒了他，把倩倩的户口挪出去是个办法，只是挪户口并不简单，要么离婚，要么结婚。突然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。倩倩，你跟我走。爸，去哪？跟着我走就是了。就这样，祝建军带着倩倩离开了家。他们刚走，唐梅手里的刀就掉在了地上，她伤心的大哭了起来。祝可心忙上前安慰：妈，你是不是打心里不想离婚？不，这次提出离婚，我心里反倒痛快了不少。你有句话说的对，他就爱在别人面前当好人，
唯独对我们娘俩不好。每次我们俩一吵架，别人都认为是我的错，可谁知道他有多气人啊！以后你找婆家，千万别找这种男人。祝可心听着母亲的话，又想到了书里的丈夫赵日天，在她的印象里，赵日天对她也算可以，为国为家都会尽心尽力，只是让她独守空房的时候比较多，为了造人也是劳碌奔波的很。渐渐的黑夜暗了下来。那妈，您看您和祝建军这次提离婚能成吗？这婚肯定一时半会离不了了，那狗男人不松口，我也是没有办法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先休息吧。今晚我要跟妈妈一起睡。这一晚，祝建军和倩倩都没有回来。第二天一大早，祝可心就起床给妈妈做鸡蛋羹，虽然咸了点，但毕竟是她第一次下厨，唐梅还是笑着吃光了。昨晚我想了又想，始终咽不下这口气。倩倩这丫头心眼多，能跟永强勾搭上，就能让永强早点娶了她。永强妈妈跟我是多年的朋友，我一会儿就去找她，偏不让这个死丫头如意。估计我爸昨晚已经跟谢家谈了这件事。万一平时是喜欢我，但他也最疼儿子。谢永强执意要娶倩倩，又有谢伯伯帮腔，多半还是会同意。因为书里就是这样写的。倩倩和谢永强成功在他下乡1年后结了婚。万欣虽然最初不同意，却也渐渐接纳了倩倩。那又怎样？背信弃义的是他们，就算结婚我也让他们结不成。这个搅屎棍我当定了。妈就问你，你还想不想嫁给谢永强？不想，他配不上我。你怎么不喜欢永强了？以前不是挺喜欢他？以前那时年纪小不懂事，他都跟倩倩好了，我还喜欢他做什么？可心，你这样就对了，找就要找个满心满眼都是你的。既然你都不喜欢他了，那我就更能豁出去了。你不要的，倩倩也别想得到，在家等我的好消息。我有的是办法拿捏倩倩这个小蹄子，顺便再找你李姨给你介绍个更好的对象。对象就算了，妈，我还年轻，目前只想好好工作，还不想嫁人。不行，一定要找个比谢永强更好的。唐梅说完便风风火火地出门了。看着妈妈远去的背影，祝可心叹了一口气。妈妈，我知道你是为了给我出口气，但要想找到比谢永强更好的，周边是肯定找不到了，所以这件事不着急。现在最重要的是要跟祝建军把婚给离了。出了家属院，祝可心先赶往城东医院。她心想尽快办理入职才是正经事，以免夜长梦多。路过友谊商店时，她竟又看到了赵日天的身影。赵日天怎么会在这？还有那辆吉普车是他爸赵四赵首长的车。友谊商店是北城商贸和外国客人沟通的纽带和桥梁。赵日天怎么会在这个时间出现在这里？不过终究是记忆里的人，再不可能有交集了。压制住心头那股酸酸涩涩的感觉，祝可心在十字路口及时转弯，而赵日天仿佛心有灵犀般看向了这个方向，结果只看到了自行车的后车轱辘。想到离媳妇越来越近，他就越发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。祝可心，我重生后最想见的人就是你，我们马上就要见面了。你说过你是替倩倩下乡的，那个矫情又做作的女人，你每次见了都不开心，最该去下乡是她，而不是你。赵日天知道，能改变祝可心不去下乡的人只有服装厂的厂长。厂长跟父亲是老战友，父亲还救过他一命，他去找他帮忙一定行。再加上他要想跟可心重新认识，也需要一个媒人。想着赵日天便进了友谊商店，买了一盒可心最爱吃的巧克力，还有烟和酒，然后上车去往厂长家。魏叔叔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请笑纳。日天，你也真是的，人来就行，还带什么东西？都是自家人，哪有那么多礼数？你爸最近身体怎么样？打死一只熊没问题。贤侄真是风趣。厂长媳妇刘老师也跟着客套了几句。寒暄过后，赵日天切入正题。魏叔叔，我想请您和刘姨给我保个媒。我没听错吧？你这不近女色的臭小子开窍了，说说喜欢上哪家姑娘了？我们认识不？你们认识，就是服装厂祝建军的女儿。祝建军是第5车间那个祝建军。祝建军可是有2个好女儿，个个长得水亮，尤其是那个可心，更是跟仙女似的，一颦一笑都像是画出来的，知书达理。那个倩倩也是个可人的，人美声甜，能说会道。你到底看上了哪个？一去找陆师谢谈。祝可心。哦，你小子眼光真好。家属院里大部分人都说倩倩好，可我不这么觉得。这丫头小家子气，还是可心好，落落大方。魏厂长想得更深层次一点，现在竞争第5车间车间主任的人选中就有祝建军，论能力，论工龄，他并不算最佳人选，但也不是太差。烟和酒都收了，不做点什么好像有点说不过去。而且祝建军成了车间主任，对2家结亲也是好事。把媒没问题，
我会在这次的车间主任竞选中多提些协助建军。赵日天就怕他帮忙，于是连忙说道：别，千万别，魏叔叔要出手帮他，我就不找你保媒了，你秉公处理就行，千万别对他特殊对待。我看上的是他女儿，不是他，别让可心下乡就行，也可以多照顾他妈妈。至于别人公事公办，该怎样就怎样。日天啊，你这话到底什么意思？说你大公无私的，你又让我特殊照顾可心母女；说你以公谋私的，你又不让我为祝建军开小灶。赵日天说这话是因为对可心的了解有限，但是对他的家庭背景早了解得清清楚楚。祝建军当上车间主任不到1年时间，就把可心的母亲送进了精神病院，还很快跟厂里年轻的小寡妇结了婚。这件事一直让可心很痛苦。当普通工人挺好，跟我们家结亲目标不要太明显，这样才更能体现出居民一家亲。可惜那个叫倩倩的妹妹要下乡也挺好，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值得推广，最好拿出来当个典型表彰。魏厂长两口子听完上半段明白该怎么做了，但听完后半段又懵了。日天，你每天在部队，怎么对祝家的事这么了解？你这话问的，日天是做什么的？侦察兵出身，连这点都不了解，怎么可能让咱们保媒？赵日天的心虚因为魏厂长的解释完全消退了，于是打起了马虎眼。魏叔叔平时喝的什么茶？我等会回去给我爸也买点。我喝的黑茶，暖胃养胃。哦，这样啊，那就谢过魏叔叔了。赵日天已经达到目的，拜谢了梁老便离开了。回去的时候特意在服装厂家属院转了下，想跟媳妇来个偶遇，同时也感受下他的生活环境。谁知媳妇没看到，却看到了唐梅正在跟祝建军吵架。祝建军，你个王八蛋！老娘今天就算是拼了这条老命，也不会把户口本给你。唐梅，你到底给不给？原来是祝建军想找唐梅拿户口本给倩倩和杨伟去登记，唐梅不但不给，还当着大家伙的面把他和倩倩羞辱了一顿。倩倩明白再不争取就真的要下乡了。妈，现在不是旧社会，娃娃亲那一套早过时了，我这也不算抢姐姐的亲事。伟哥愿意娶我，我愿意嫁给他，你有怨气可以打我骂我，先成全我们好吗？唐姨，你压着户口本不让我们登记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我不喜欢祝可心，你就是不让我和倩倩登记，我也不会和祝可心结婚的。我呸！你想得到婷梅，我们家欣欣才不喜欢你，要不是有娃娃亲，她都不想搭理你。倩倩虽然是寄养在我们家，但也是在我们家户口本上，没理由不明不白就跟了你，什么都不说，什么都不讲，就这么偷偷摸摸领结婚证可不行。可是妈，我愿意啊，妈。你愿意就可以了嘛，他爸妈答应，我不答应，厂领导也不能答应。再说他够结婚年龄，你还不够，你还有1个月才满18岁，你们就是想领结婚证也领不了，别想蒙混过关。我早满18岁了，你不用拿这个借口阻拦我们结婚，我也叫你一声妈，你为什么总针对我，总是看我不顺眼？今天结婚是他为自己争取到的最后机会了，可心不替他下乡，这再结不成婚的话，就真的要下乡了。好不容易说服杨伟的父母，绝对不能因为户口问题绊住。伟哥，你上个月还给我过生日，我的生日早过了对吧？对啊，唐姨，你把户口本拿出来让大家看看，咱不能睁着眼说瞎话。唐梅，是我对不住你，孩子们的感情也不是我们当大人能左右的。既然倩倩和杨伟两情相悦，迟早要结婚，你就成全孩子们吧。你们家找媒人了没有？打算给多少彩礼？我确实不是倩倩的亲吗？但她叫我一声妈，我就不能放任她倒贴。还有，她的生日确实早就过了，可户口本上写小了3个月，最起码要等到户口本上够了日子再说吧。倩倩一下傻眼了，唐梅有理有据，人群也躁动起来。知道的以为她是不想下乡才着急结婚，不知道的还以为珠胎暗结，不得不早点领证。不过经今天这么一闹，她这婚是结不成了。这下祝建军急了。唐梅，你别胡闹了，户口本上的生日是我忽略了，我的错，我都跟杨家说好了，彩礼1分不会少，还没来得及跟你说，你赶紧给他们道歉。合着这是把我当外人吧？我还是倩倩名义上的母亲，跳过我你们父女俩就把婚事定了，那跟无媒狗合有什么区别？我们祝家的俩还要不要？闭嘴，你别丢人现眼了。行，我丢人现眼，我走。唐梅说完，把户口本往兜里一揣，走了。没戏看了，大家也就都散了。杨伟也被万欣拽走，看着杨伟被拽走，倩倩哭着跑出了家属院。祝建军怕她出事，也赶紧跟了上去。不经意间瞥见一身绿军装，也没当回事。这闹剧看着可真有意思，尤其是听着准丈母娘像机关枪一样对人特殊谈，有她护着媳妇，媳妇就不会受委屈了。这次我算来对了，要娶媳妇没人聘礼缺一不可。幸好他也提前准备了，只是没有看到媳妇有点失落。他朝媳妇住的那栋筒子楼看了眼，转身离去，不巧正好撞到了快步走过来的唐梅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该道歉的是我，是我没看路。没事，是我挡了阿姨的路，该我说对不起。嗨，看你这孩子说话，
怎么这么客气？这也不算个事。不知为何，唐梅觉得眼前这一身军装的帅小伙是越看越顺眼，心想要是他的女婿，估计笑都能笑醒。赵日天是个很会抓机会的人，看到他眼里的笑意，阿姨，你等我下。唐梅还没反应过来，赵日天已经快步跑向了吉普车，然后又从吉普车里拿出来一个漂亮盒子交到他手里。阿姨，作为赔礼道歉，这盒巧克力送给你。赵日天说完不给他反悔的机会，又快速跑到了吉普车上。以他护犊子的性子，肯定舍不得吃巧克力，所以这巧克力最后肯定会落到媳妇手上。想到媳妇能吃上他买的巧克力，就莫名的开心。唐梅拿着巧克力愣在原地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，这巧克力我听说过，这种洋货只有友谊商店用侨汇券才能买到，那里只对外国人、归国华侨和有身份的官员才有资格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当兵的小伙子是个有身份的人。天哪，这么贵重的东西可不能便宜别人。唐梅想着，跟做贼似的把巧克力揣到怀里，赶紧拿回了家。好吃的东西一定先给女儿尝尝。赵日天并没有走很远，从吉普车里看到唐梅上了筒子楼，才发动车子直接回军区。下午还有授勋仪式，今天下午过后他就是团长。可心，我离你又近一步了。此刻，可心正在听护士长训导。第一天上班就是熟悉地理环境、科室环境、人文环境和工作程序，刷个脸熟。这个年代并没有太多高科技的仪器，上手还是比较轻松的。他们3个新来的作为学徒都被分到了药房，先从认药开始。你们听说了吗？我们学徒工资也是医院最低的，每个月只有18块钱。饭要一口一口吃，路要一步一步走。像我们这种没有编制的，说是护士，其实跟打杂的差不多。这个工资已经很不错了，我们要好好干，等考核通过后我们就能转正了。可心说的对，我们只管好好干。女人不是医生，却能在1秒钟之内将上百种药品分类，这不禁让绝经了50年的护士长来了大姨妈。哎呀呀，我可算有2个中用的学徒了。护士长是可心指挥得当，我还搞不大清楚，他只扫一眼就知道往哪放。那还是你配合的好。有人你们俩表现的都很好，下午开始背刚刚分类的这些药物，药力、药性、使用方法、禁忌、副作用都要记清楚。好的，护士长。中午在医院食堂吃饭，他们俩同进同出，金宝莉又习惯性瞪了他们一眼，扭头走向离他们最远的桌子。看到没？那个是贺晋言贺医生，人长得好看，医术又好，我们小时候经常见，现在他肯定把我忘了。贺晋言是男主，赵日天继父贺院长的儿子，因为贺院长和曾兰慧的结合，两人互相看不顺眼，不过后来和解了。他的医术很好，改革开放后还出国进修去了。我喜欢他，到医院来其实也是为了他。可心没有说话，这个他是知道的。书中写着这2人由于各种误会分分合合，各种矛盾最终没有修成正果。阮玲也因为被别人算计给病人输错药，最后被开除离开医院，连带阮妈妈也被降职，只是跟她的友谊日渐增长。赶快吃饭吧，是你的跑不了，先把护士长布置的任务完成。哎，你说我怎么就上了这条贼船呢？有我在呢，我帮你。冲你这句话，我们一起加油。加油！下午，可心又认认真真把所有药品都背了一遍。这次觉醒前世的记忆后，脉搏突然消失了。他不确定这一世是不是还像前世那样不孕，努力提高医术才是硬道理，但是又惦记着家里的事。下班后婉拒阮玲的邀请，第一时间赶回家。妈，怎么样了？非常顺利。可心满腹狐疑的进了屋，倩倩正哭哭啼啼的收拾东西，祝建军的脸黑得跟锅底一样，看见他回来更是嘴一瘪。现在你满意了吧？如果你乖乖下乡就没这么多事了。现在倩倩跟杨伟杰不成婚，下午厂长又突然莫名其妙的特别点名倩倩下乡的事，还把她拉到所有人面前表态，不想下乡也要下乡了。车间主任的竞选资格还在，但是得罪了杨家，估计被选上的机会没了。满意，非常满意。只是倩倩怎么就不挣扎了呢？以她那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性格，现在不应该踩着小板凳，把她往布条圈里套吗？祝建军哐的一拍桌子，要不是厂长点名表扬了唐梅和可心，他这大巴掌都呼上去了。也不知道厂长这是出了哪门子风，突然对你们俩的事这么上心。这种情况搁谁能不生气？尤其还详细打听了可心的状况，把他都搞糊涂了。他不知道厂长这是对他另眼相待，还是对可心另眼相待。没准车间主任的竞选还能从这儿得到转机。倩倩明天要下乡了，你帮她收拾收拾，缺什么给她补上。祝可心更纳闷了，刚看他在暴走的边缘反复横跳，差点以为他要动手打他，连怎么防御都想好了，没想到他竟然什么都没做。今天的事好诡异，
可心背着包静止走进了里屋，倩倩看了他一眼，抹了抹脸上的眼泪。你是来看我笑话的？我是来看看你会不会拿错东西。倩倩直接把包袱丢到了可心面前，大声道：你随便检查。祝可心上前一步，包袱里很多东西都是以前倩倩抢自己的，包括衣服和鞋，她也没刻薄到不让倩倩吃穿，只是从包袱里拿出一把不起眼也不好用的梳子。这个是姥姥送给我的，你不能带走。倩倩瞬间脸色大变，因为母亲是资本家小姐，她从小耳濡目染，也了解了很多古董的价值。这把梳子可不是普通的梳子，别看外表不起眼，可是有很高的收藏价值。姐姐，我都要下乡了，你连一个普通的梳子都不让我带着吗？这话怎么说的？祝可心把桌子上另一把随处都能买到的梳子扔到了她的包裹上。你带这把，姥姥给的这把是留给我和我妈的念想，你带走不合适。倩倩气得差点夹破了皮，却也再没有理由要那把值钱的。可心不知道那把梳子的价值，以后再想办法弄到手也可以。幸好他没拿最不起眼的铜钱，这枚大德通宝是可心不识货扔掉的，将来的价值也不可估量。正窃喜时，可心的手伸过来，直接把铜钱拿走。我说怎么找都找不到，原来是在你这儿啊！你不是不要了？谁说我不要了？我还想拿来做件子送给小表弟呢。他又不傻，梳子和铜钱的价值没有谁比他更清楚。书里倩倩可是靠着这两样卖了几百万。倩倩的手不自觉地抖了下，只觉得暴殄天物，又不敢表现出来，怕被可心看出什么。姐姐，你送给我好不好？我在乡下无聊的时候也可以做个件子，顺便睹物思人。下乡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，你以为是让你玩啊？哪有时间踢毽子？再说一个铜钱而已，你干嘛总跟我抢？可心把铜钱也放进了上衣口袋，很肯定她的包裹里再没有值钱东西，心情愉快地出了屋。唐梅今天心情也好，蒸了素馅包子，熬的稀饭，有咸菜，倩倩和祝建军都没吃，唐梅和可心吃得很开心。妈妈，钱都藏好了吗？放心吧，我都贴身带着呢。平时祝建军挣的钱一部分寄回了老家，一部分寄给了二弟，还有一部分偷偷贴补了倩倩。家里的日常开销都是花我的，我现在都打算跟他离婚了，自然是不会让他花我的钱，让他们吃我做的饭已经是极限。妈妈做的对，以后我们过我们的。是啊，以后我们就过我们的，反正也就这一晚上，明天倩倩下乡户口也会挪到乡下，挪出去好挪，要想再挪回来肯定是不可能了。而房间里的祝建军不停地在屋里翻找，收拾完屋子正打算去睡觉的唐梅顿时火大。翻什么呢？一次都不收拾，就知道添乱。我的钱呢？你的钱花哪儿了？你自己不知道，干嘛问我？别装傻，是不是你拿了我的钱？藏那么点私房钱不容易，藏的地方也隐秘，这么多年都没被发现，突然不见了，第一时间自然会怀疑每天收拾屋子的唐梅。我看是你在装傻，你到底找什么钱？他这反应不像是拿了钱，如果真让他发现，估计早闹翻了天。你手里还有多少钱？先给我20。到时你他娘的当我是银行啊？别说我没有，就是有也不给你。结婚这么多年，你给过我多少？我算是看明白了。再倒贴你也是个白眼狼，还想要20块钱？做梦去吧！你就是个泼妇！倩倩要走了，你是她名义上的母亲，连这点钱都不肯拿。她走不走关我屁事！两人争吵的声音逐渐放大，刚躺下的可心又披上衣服从里屋出来，不动声色地站到母亲面前。祝建军看向可心大吼：是不是你拿了我的钱？男人只是问亲生女儿借1块钱，竟被女儿指着鼻子大骂，只因他借钱是为了给小三的女儿花。家里还有钱，前几天我妈不是还去借钱了？你要有钱怎么不早拿出来，还让我妈着急上火？我懒得跟你说那么多。倩倩心里憋着火，恨不得他们现在就打起来，紧跟着出来挑拨。爸爸，你平时给我的钱我没舍得花多少，下乡去留5块钱就够了，剩下的都给你。你别跟妈吵架，她见不得我好，我不怪她，是我命不好。你手里那10来块钱也不多，自己留着，爸不花你的，穷家富路，我再去隔壁老陈那儿给你借点。祝建军，你要敢去借钱，明天我就去厂办闹离婚，看你能不能当成车间主任。10来块钱还嫌少，当他下乡是去享受生活啊！你少吓唬人！谁吓唬你？有本事你就去借！唐梅本打算等竞选结束再离婚，也算全了最后的夫妻情谊，让祝建军这么一做，1天都等不了了。祝建军犹豫了，没有立马怼回去，如今也就指望竞选上车间主任扳回一局，万一让他闹没了得不偿失。爸，你别去借钱，你要去借钱，妈真的要跟你离婚了，别为了我伤和气，离了婚你可怎么办呢？这个家不能没有妈。倩倩不说还好，一说祝建军就不高兴了，他可是个男人，怎么能被一个黄脸婆压着？谁说不能没有他？离了谁都能过，
他就是个泼妇，没有他掺和，你也不至于下乡。他不配让你叫声妈。当谁稀罕？我又不是没女儿，这个婚谁不离谁是孙子，有种天亮就去离。离就离。祝建军正在气头上，摔门出去了。远离倩倩，远离祝建军，我们母女才能过上好日子。不过现在竞选结果还没有出来，祝建军肯定不愿意离，以他的心思，不会让离婚影响竞选的。他嘴上说出去借钱，估计也只能成为嘴上说说，他会拉下脸皮去找人借钱。以前要借钱也是让我去借，我谅他这次借不到钱。果然也正是他所说的那样，祝建军没有借钱，第二天又借口去送倩倩，没时间办理离婚。倩倩走的时候，那脸黑得跟炭似的。杨伟倒是积极，一大早就来了，帮倩倩搬东西的时候，故意走在祝可心背后。你不用特意打扮，就算打扮得再好，我也不会喜欢你。我的心里只有倩倩。你白带吃多了吧？可心的说话声很大，引起了倩倩和祝建军的注意。突然可心有了抓弄杨伟的念头，大声道：一直以为你是个正人君子，娃娃亲退了就是退了，没想到你这么龌龊。倩倩还没走你就开始打我的主意。什么？他敢打你的主意？看老娘今天不打死你！唐梅啪啪就是2个大耳光甩到了杨伟脸上，只把杨伟打得眼冒金星。杨伟捂着脸欲哭无泪。谁打你主意了？我就只说了一句话。平时对我爱搭不理，倩倩要走你就跟我有话说了。楼道里都是人，不明状况的都以为杨伟想脚踏2只船，被他无情揭露。可心今天是故意得罪杨伟，确切的说是要把杨家得罪，这样杨家人就会在祝建军竞选车间主任的事上使绊子。他在胡说，倩倩，你别信他的话。倩倩没想到脚才踏出门就出了这种事，顿感危机。伟哥，我相信你，姐姐能有什么坏心思？应该是误会了什么，就当我误会了吧。祝可心，你有完没完？刚才你妈打了我，我可以不计较，但请你别破坏我和倩倩的关系。你们俩的关系用得着破坏？你还不快滚！再惹我女儿生气，我大嘴巴抽你！闭嘴，一点当长辈的样子都没有。再怎么说你也是看着孩子们长大的。要不是看着他长大，早打得他满地找牙，敢诋毁我女儿，当我们家没人了是吧？倩倩，厂办的人还在等你，你先去赶火车吧。倩倩心里憋屈，提到厂办的人更郁闷。她这下乡也算轰轰烈烈了，厂长居然亲自派厂办的人监督，如果没有过继，说不定还能有点选择自由。现在只能任人宰割。等可心走远后，倩倩拿出昨晚就写好的信交给杨伟。伟哥，你帮我把这封信寄出去。给你奶奶寄信吗？是的，我怕乡下寄信不方便，就先给奶奶写了一封。倩倩都想好了，就算她不在，也要让奶奶拿捏唐梅母女，一定让祝建军跟唐梅尽快离婚。倩倩，你真孝顺。有奶奶在，可心休想过得自在。祝可心出了家属院，并没有马上去上班，而是确定倩倩跟其他下乡的知青一起上了火车，才踏实的去上班。下班后没有着急回家，唐梅已经给了她钱粮票和糖票，她买了点饼干和水果罐头去了阮家。可心啊，这段时间真的辛苦你了。是啊，要不是因为可心的指导，我的工作也没有这么顺利。哪里的话，你也很聪明努力的好吗？好了，既然来了就留下来一起吃晚饭吧，别推迟，家常便饭而已。既然阮妈妈都这么说了，可心就客客气气的留下来吃晚饭。正要开饭，阮玲的三哥阮良策回来了。这不是阮良策吗？书里的阮良策也曾为倩倩哐撞大墙，让阮玲伤透了脑筋。只不过那是在我下乡倩倩结婚以前发生的事，这个时间他和倩倩还不认识。现在倩倩已经下乡，那他们2个近几年更不能认识了。可心站起来，礼貌地打了个招呼：你是小玲的同学？现在还是同事。三哥，我都跟你说了，可心很漂亮，没骗你吧？你说的很对，比你漂亮太多了。书中他们的兄妹感情很好，阮玲是老四，上边有3个哥哥，哥哥们都很宠她。阮玲，你有几个哥哥？我有3个哥哥，每个哥哥都很宠我，而且他们都很厉害。3哥阮良策是个电影放映员，2哥阮良谋在食品站上班，大哥阮良则是个当兵的。这我都知道，阮良则还是赵日天的战友呢。现在想想，好像生活的环境里始终有赵日天的影子。阮爸爸在机关上班，和阮良谋几乎是掐着饭点回来，一家人很是和睦，就像书里写的一样。他吃过晚饭就道别回了家。到家时，祝建军去杨家赔礼道歉，还没回来。妈妈，我回来了。宝贝女儿回来了，今天的工作顺利吗？妈妈，我的工作很顺利，倩倩终于走了，我要努力工作，将来换大房子，让你住得更舒服。行，妈等着那一天。对了，今天厂长媳妇刘老师找我了，要给你介绍个对象。介绍对象？
刘老师平时跟咱家没有什么交集，怎么会突然给我介绍对象？不会弄错人了吧？没有，我再三确定了好几次，就是给你介绍对象，快把你夸到天上去了。介绍的什么人？不会有什么毛病吧？怎么可能？刘老师说小伙子人长得好，家世好，人品也好，而且自己也很有本事。这你也信？真有这么好的人？刘老师肯定先紧着自己的女儿、侄女、外甥女介绍，怎么会轮到我？妈，你可别上这个当，天上不会掉馅饼，掉下来也是陷阱。说起馅饼，我倒想起来了一个。唐梅起身从柜顶上拿出一盒巧克力递给可心，可心疑惑，哪来的巧克力？不会是你在哪儿捡的空盒子吧？你打开看看。可心打开盒子，看到巧克力更疑惑了，以他们家的条件，肯定是买不到巧克力的。哪来的？上集说到，唐梅递给可心一盒巧克力，让可心有了种很不好的预感。妈，难不成这盒巧克力是隔壁老王送你的？哎呀，可心，你说什么呢？这巧克力不是什么隔壁老王送的，是我昨天在街上撞到了一个穿军装的小伙子，是他送给我的。穿军装的小伙子？说到穿军装的，可心脑子里立刻出现了赵日天的影子，因为那天赵日天也去了友谊商店。可这个时候赵日天还不认识我，更不可能专程送巧克力来家属院。虽然巧克力是我最爱吃的，但现在的赵日天是不知道的。他拿了一颗巧克力放进嘴里，熟悉的味道很快又席卷了所有记忆。书中的赵日天每次从部队回来都会给他带巧克力，就因为他爱吃。对了，可心，刘老师还等我回话呢，要不你和那小伙子先见个面。可心想了想，书里厂长两口子并没有为谁保媒拉纤，还是觉得不太靠谱。再说他也没有结婚的打算。妈，我觉得还是算了，你找个借口推了吧。我现在刚参加工作，想好好上班，不想就这么被人掏了洞，而且早早结婚对下面发育也不好。唐梅琢磨了下，也觉得有点草率。你说的对，现在能找个稳定的工作不容易，而且我们家跟厂长两口子接触不多，那小伙子已经27了，比你大9岁，说不定真有什么隐疾。唐梅越想越有这个可能，很快想好了拒绝的理由。本想等刘老师放学再去找他，没想到他先一步找上了门。唐梅，你跟可心那丫头讲了吗？她怎么说？什么时候让两个孩子见个面？刘老师，这事可能麻烦你白跑一趟了。可心她刚参加工作，还没有转正，想等转正后稳定几年再找对象。不着急，结婚没关系，咱也可以先订婚，让两个孩子培养感情。唐梅看他这么着急，更加确定男方有隐疾的猜测，连忙推脱。那倒先不用，万一以后有什么变故耽误人家小伙子，我们心里过意不去。小伙子是个军官，特别有前途，1.85米的大高个，那大长腿，你们先相看，保证一看就喜欢。唐梅已经先入为主，就算刘老师夸出花来也不为所动，夸得越好越有猫腻，除非长得像送巧克力的那位。于是又推脱道：那我们家更高攀不起，得罪了人家当官的可不好。刘老师，辛苦你来跑这一趟。实话跟你说吧，欣欣刚参加工作，我和祝建军也正在闹离婚，不想在这个节骨眼上谈孩子的婚事。刘老师也不是不识趣的，话说到这份上便没有继续讲下去。作为领导家属，象征性的劝和，同时又有些惊讶这两口居然在闹离婚。刘老师回家后给赵日天打了个电话，说明了情况。赵日天才得知可心已经有了工作，还不想这么早谈婚论嫁。刚被娃娃亲对象劈了腿，心情肯定很不好。看来还是我太心急了，还是先想办法怎么认识他才行。太急反倒会把他吓跑。可是他爸妈要离婚了，一旦离婚，他母女俩就没地方住了。不行，我得先跟魏厂长说说这事。说着，赵日天便给魏厂长打去电话。魏厂长是个明白人，向他保证一定不会委屈可心母女，他这才放心。刚撂电话，卫兵过来报告团长，首长请你过去一趟。赵日天接到新任务，带着几名亲信就去了北城。可心没把对象的事放在心上。倩倩走后，家属院风言风语了几天，说是倩倩走了，可心要趁机把杨伟抢回来之类的。祝建军为了不离婚，直接搬去了厂宿舍。就这样，可心母女俩的生活平淡而幸福。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半个多月。就在祝建军竞选结果公布的前一天，远在老家的奶奶突然来了。躲什么躲？你想摔死我？没打回去你就偷着乐吧，都怪我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太过根深蒂固。怎么回事？你奶奶打你了？她想打，没打到。妈，你再无缘无故打欣欣，别怪我翻脸。你也是个没用的东西，生了个不懂事的丫头片子，有什么脸翻脸？早该让贱休了你，随便找个女人都能给我生个大胖孙子。他得有那个本事休我。现在是我想离婚，你儿子拖着不想离。
唐梅的这一番话，差点把祝老太气的大姨妈都出来了。你放屁，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，早离我儿子早解脱。不是你生大你就有理，那么想让你儿子解脱，就劝他早点离婚，别耗着我吗？臭丫头片子，你找打！话音刚落，祝老太又扬手准备打过去，不料被唐梅给挡住了。我看你打他一个试试。吵什么呢？大老远就听见你们吵，不知道明天公布竞选结果吗？这不是诚心给我添乱吗？建军，你回来的正好，他们母女欺负我，你马上跟这个不争气的东西离婚，把他们都轰出去。妈，我的亲妈，你可小点声吧，明天就公布你儿子是车间主任了，你这么一嗓子下去，我这车间主任可能就泡汤了。哟，那我刚才说那么大声没事的？能没事吗？从现在起压低声音说话，别再造成更严重的影响，这关系到你能不能3天2头吃肉。祝老太就爱吃肉，过了困难时期能吃饱饭了，但是肉还要逢年过节才舍得吃。即使不明白车间主任的重要性，也明白3天2头吃肉的重要性。你说你都是怎么教孩子的？这个丫头片子抢倩倩的东西，抢倩倩的对象，刚才还赶我走，你说你连孩子都管不住，当了车间主任也白当。妈，咱先不说这些，等我当上车间主任，你想怎样都行好不好？我先去给你做红烧肉，做这么远的路你肯定早累了。让唐梅去做，1天不离婚她就得伺候你，都要当主任的人了，怎么能自己下厨？唐梅知道祝建军也就是嘴上宽慰婆婆，根本没钱没肉票，故意气着他们说：欣欣，我们娘俩去下馆子。好嘞，咱下馆子去。败家，你怎么娶了这么个败家娘们？你把她休了，立马休！祝建军已经受到厂长的训示，不敢对他们母女怎么样。让他们去，他们顶多吃个馒头，吃碗面条，我给你做红烧肉。不行，你把他们拽回来。妈，我们去吃涮羊肉吧，听说那条街上的涮羊肉特别好吃。不许去。妈，冷静，妈，你冷静点。祝老太怒火中烧，啪的扇了祝建军一巴掌，把祝建军的头都打掉了。没用的东西，你拦他们了，打他们了，他是你的媳妇孩子，还能还手怎么着？瞧瞧你三弟，让媳妇睡上面他不敢睡下面，让他吹笛子他不敢干躺着。祝建军看着唐梅和可心的背影，大骂：吃死你们，出去了就别想回来，睡大街去的。祝建军，你要不想当车间主任，我们去睡厂长办公室都行。此时的祝老太被气晕，祝建军被气得吐血，还吃红烧肉呢，屁都没心情做。等我当上车间主任有他们哭的时候，妈，不差这一天。续接上集，可心和唐梅离开祝家后，并没有去吃涮羊肉，而是躲在了小巷子里数起了钞票。妈，这20块钱和粮票你拿着。你哪儿来的钱？医院不会这么好心提前发工资吧？就算发工资也没这么多。这是我爸的私房钱，总共103块，还有几张粮票。今天出来的急，我身上只带了这20块。你爸藏了这么多钱，怪不得那天问我要钱，真是可笑啊！夫妻这么多年，他从来没有把我当成过家人。这么多钱他肯定不止藏了1年，原来夫妻情分早没了，我早不该对他抱希望。妈，你还有我呢，不管什么时候，我都站在你身边。那我们去吃碗面条，吃饱了才有力气跟你爸和你奶奶斗争到底。好嘞，妈。随后两人便在国营饭馆一人吃了碗羊杂面，就算没有吃到羊肉，身上也一样沾了羊肉味。一回到家就让只吃了1碗挂面的祝老太气的鼻子都快冒烟了，以为他们真吃了涮羊肉。败家玩意儿，迟早把你休了，别想住在这儿享福。娘，你就别说了，反正他们也没有几天好日子过了。哼！老太太扛起双人床，挑衅地看了唐梅一眼。今天我睡这个床。唐梅自从知道祝建军藏了那么多私房钱，而且还打算把私房钱给倩倩，觉得睡那张他们一起睡过的双人床都恶心，但也不想这么轻松地让给老太太。祝建军，你妈要是在双人床上睡，明天我就去厂区大会上闹离婚。唐梅，你讲典礼好吗？这是我妈，也是你婆婆，孝顺老人懂不懂？这是美德。狗屁美德，要孝顺你自己孝顺，都要离婚了你少拿道德压制我，我是没给你生个儿子，你也用不着防贼一样防着。离，跟他离，正好你当上车间主任，再娶个年轻的媳妇，到时候生一窝儿子气死他。祝建军，你到时候不离就改口叫我吗？祝建军倒是想离，就是顾虑太多，最大的顾虑就是怕影响他当车间主任，当上车间主任立马离婚影响也不好。但见唐梅吃了秤砣铁了心，敷衍道：等竞选结束再离，
今晚先让妈睡双人床，你跟可心一个屋将就将就。那你也跟你妈一床将就将就，别想躲去车间。你能做到，我就等竞选结束再离，否则明天我让你成为整个厂子的笑柄。唐梅，你……祝建军最终还是妥协，跟祝老太睡了双人床。祝老太没能拿捏了唐梅母女，翻来覆去一晚上没睡好，这也导致祝建军也跟着没睡好。以前我光见人家抹雪花膏，如今一用是真的滋润，感觉自己都变白了。这雪花膏很贵吧？贵也要抹，女人就应该对自己好点，这可是用大老毕登的私房钱买的，用，给我使劲用。欣欣，你先去上班吧，家里我能应付。好，那么我先走了。昨晚唐梅和可心商量了一下离婚后的生活，在这个年代离婚太难了，还要开证明，得做思想工作，房子是祝建军的，若是真离婚了，还要重新找一个栖身之所。可心下班还没进家门就猜到祝建军落选了，祝老太一见到他就指着他骂，肯定是你这个丧门星把你爸的运气带坏了。你爸都说了车间主任的位置十拿九稳，好好的怎么就没了？你说好好的怎么就没了？你来之前他十拿九稳，你来以后就没了，到底谁是丧门星？可心说完，看都不看祝老太一眼就进屋找母亲去了。可转了一圈也没看到母亲，也没看到祝建军，猜测他们肯定是去找厂领导开证明。不管祝老太气得发青的脸，转身出了门去了厂办公室。不是我说你们俩，孩子都这么大了，离什么离？唐梅你也是，别跟老祝置气了，两口子关上门吵架，就没有那条缝隙解决不了的事，实在不行就把嘴巴也用上。再说老祝可是咱们厂里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老好人，将就过吧。见两人都没有说话，谢主任又开口了，唐梅啊，离了老祝，你们娘俩这日子可就难过了，别总较真，两口子要相互扶持。女儿这么大了，又这么漂亮，你说厂里谁不羡慕你们？快打消离婚的念头吧。你们也别劝了，我肯定是要跟他离婚，他对谁都好，是公认的老好人没错，但这个老好人专气我，一天天恨不得气死我，都跟我离了心，还过个什么劲？是你整天没事找事，我都让着你了，哪次不是你使劲吵？我说过什么？离了好，离了谁也解脱了。祝建军知道他们一个个都是人精，就像谢主任一样，因为他落选否定了厂长对他的特殊关照，表面上还是一本正经的说着官话，实际上早想开证明把他们俩打发走，不过是碍于另外两个科长也在，才表现得不太明显。不管你们如何劝说，我今天来就是铁了心要跟他离。祝建军感觉自己的前程已经被毁了，都怪罪到了唐梅身上，也是坚决要离婚。离就离，这日子过得也没什么必要了。可心前脚刚到厂办门口，后脚魏厂长也到了。魏厂长不动声色地打量了可心一番，按道赵日天眼光确实好，难怪那小子对他如此挂念。就这水灵灵的脸，清灵灵的气质，在厂区也是数一数二的。真和日天成了的话，倒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厂长你瞧瞧，老祝他们两口子非要闹离婚，我们劝都劝不住啊。厂长，我这日子没法过了，这婆娘三天两头找茬跟我吵架，弄得我都没心思工作。你以为我想吵架？我又不是吃饱撑的，你偏心偏的没边了。婆婆嫌我没生儿子，也是整天看不顺眼，连累我女儿也跟着我受罪。你连最基本的同情心和孝心都没有，就是泼妇一个。你吃着碗里看着锅里，拿起女儿当垫背。我是没有生儿子，你也用不着这么刻薄我们，谁有你心狠？谁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？唐梅可别乱说。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这证明一开，章一盖，去民政局把离婚证一扯，可就再没挽回余地了。想想还没结婚的女儿，你们就不能凑合一点？祝建军和唐梅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可心却抢先开口了。凑合不了。可心此话一出，众人都看向他。魏厂长，不是每一段婚姻都能凑合。我妈虽然身体上没受外伤，但精神上却每天承受我爸的折磨。她在你们眼中是个老好人，伤害我妈和我的时候可没心软。要不是我考进了医院，就要被她送去替倩倩下乡。竟有这事？魏厂长，我可心从不说假话，不是说我对下乡有什么意见。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好事，只是我爸太过分，甚至还想让倩倩顶替我的工作。他这么做我也会伤心难过，我妈更会难过。魏厂长总算知道赵日天为什么要他拿倩倩下乡做典型了，原来是怕小媳妇下乡。这都是什么事啊？孩子支持父母离婚，我们还是第一次见。祝建军已经知道可心希望他们两口子离婚，但听他在大庭广众下说出来，还是心里不舒服。可心，你别在这里乱说话。我说的是事实，你不是想离婚吗？我这是帮助你尽快离。一听这话，祝建军的脸瞬间黑成炭块。
我女儿没说错，刚才我已经跟各位领导讲了一遍，请领导批准。66岁的魏厂长看着20岁的可心坏笑了起来，不是他想老牛吃嫩草，而是没想到外表看起来像只小白兔的可心，居然会鼓励自己的爸妈离婚。祝组长，离婚后你打算怎么分配财产？唐梅的住宿问题怎么解决？祝建军闻言，脸一下子就垮了下来。家里哪有什么财产，就是单位分的那套房子，锅碗瓢盆破衣烂衫也值不了几个钱。离婚后我肯定不能搬走，要搬走也是他们搬走。我搬走？你让我和女儿睡大街？是你非要离，你不走，难道让我走吗？难道你不想离？你不想离，你来这儿做什么？你刚才说了那么多，当别人是聋子。祝建军瞬间无言以对。魏厂长总算明白了，可心的伶牙俐齿是随了唐梅。既然如此，便顺着他的话开口道：这么着的，证明我可以开，让你女儿做主，她愿意跟着谁，这房子就归谁。祝建军用脚趾头想都知道可心不会选他，脑袋都快要被他晃掉了。不行，他肯定选唐梅。老祝，你是男同志，又是车间的组长，日后多的是机会。唐梅就不同了，你想想，离婚后你可以住车间的单身宿舍，你让唐梅跟你女儿去哪儿住？这话说的，我是男人我就该吃亏，凭什么要我让着他？祝建军，你这次没选上车间主任，要从自身找问题。不过再接再厉，以后还是有机会的。再说厂里以后还会分房，到时候又说不定你又有机会。听完魏厂长的话，祝建军的脸直接垮了下来。唐梅也愣住了，没想到厂长偏帮这么明显，可心也想不明白厂长为什么帮他们母女。谢主任也是很纳闷，以前厂里也不是没有离婚的，那些离婚的大多是女人捡铺盖走人，像这样劝男方走人，一点也不像厂里的风格，而且没有个把月也离不了。魏厂长这么痛快还是头一次。厂长，房子是因为我经常早分配给我的，我最多让一步，让他离婚不离家，让我搬走肯定不行。万一我要再婚的话，他要无条件搬出去。祝建军也不傻，明白当领导的最会画饼，也明白厂长在偏向唐梅，没有竞选上车间主任，再不能没有房子，于是是喜不松口。而唐梅一开始就没想要房子，就冲祝老太那蛮不讲理的性格，不定怎么闹呢。领导能开证明不容易，能顺利离婚就行。按照这几天跟可心商量好的说了，要祝建军给他300块，他立马离婚搬走。祝建军一开始不愿意，可在这敏感时期，他不得不答应。可眼下他也拿不出这么多钱，于是在领导的见证下，让他每个月从工资里拿出15块钱给唐梅，由厂里财务直接扣除并转交，20个月内付清。今天这时间不赶巧，拿到证明，民政局也下了班，只能等明天再办理离婚手续。没事吗？这证明都拿到手里了，这婚也就离定了。太好了，我们终于远离了那个渣男。是啊，太好了，我们终于自由了。唐梅和可心走得很慢，魏厂长很快便赶上。唐梅啊，家属院还有套空房，就是平房，你们母女要是没地儿住的话，先去那儿凑合凑合也行。太感谢你了，厂长，家属院有空房那再好不过。离婚的事真是多亏了你，要不然我们可能1分钱都拿不到，也不会这么顺利离婚。举手之劳，你也是厂里的职工，帮厂里同志解决生活困难也是我应该做的。我先带你们去看看房子。可心也觉得厂长好的过了头，犹豫了下问：厂长，我能问问您为什么这么帮我们吗？哈哈哈，谢主任不是说我仁义吗？我仁义，以后叫我魏叔叔就行，叫厂长身份。跟赵四的情分在，赵日天小时候也是他看着长大的，再者好烟好酒都收了，没理由不办事。可心倒是不信什么仁义，因为书里没有真仁义，魏厂长也没给他搞懂的机会。等这娘俩稳定了，再让媳妇跟他们搞好关系，那样找机会把赵日天介绍给可心就不突兀了。魏厂长乐呵呵把他们带到了家属院，连屋子的钥匙都给了。平房跟筒子楼里那20-30平的空间差不多大，光他们母女俩住绰绰有余。房间之前没有住过人，简单收拾一下就能住了，通了电再安个灯泡就行。吃水虽说不太方便，但可以去公用水管打水。可心看了看，距离公用水管也不太远，再置办一套做饭的家伙事就可以了。至于床，直接从家里搬过来，还有他的柜子、被褥以及他们的私人用品。魏厂长没待多久就走了，唐梅和可心也回家了。刚到筒子楼门口，唐梅的闺蜜李姐就塞过来2个肉包子，寒暄几句离开。祝老太老远就闻到猪油渣的味儿，馋得直咽唾沫。往常来城里，唐梅每顿都给她肉吃，这次闹离婚像变了个人似的，连顿热乎饭都没做，于是骂骂咧咧道：唐梅，一天不领离婚证，你一天就是我们老祝家的媳妇，就得给我做饭，把肉包子给我。唐梅一听这话，赶紧往肉包子上咬了一口。
厂里证明我都拿了，想吃让你儿子做。欣欣，你快吃，今天放的猪油渣特别多。可心听完也跟着狠狠地咬了一口，随后大喊道：好吃，真好吃！唐梅母女的这一顿操作，差点气得祝老太大姨妈都来了。建军，我也要吃肉包子，你去给我整2个。此时的祝建军已经憋屈到极点，300块钱给完，相当于8个月白干，还要拉一屁股饥荒，仅剩的几块钱都给倩倩了，哪还有钱给他买肉包子？而唐梅母女也懒得听他们逼逼，回屋便开始讨论明天搬东西的事。想要把家里的东西成功搬到平房需要计划，不然有祝老太那个守财奴在，我们肯定一样东西都搬不走。妈，正好医院那边轮休，我明天正好可以不用去上班，我们要想办法分头行动才行。对，我们要分头行动。明早我跟那老毕登去民政局办离婚证，你就留在家里，把该收拾的都收拾了。好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唐梅和祝建军去民政局办离婚去了，可心则留在家里收拾东西。祝老太盯贼一样盯着他，他一边收拾，祝老太一边嘟囔：那是你的吗？你就收拾，这个不许拿，别动那个，这个也不许动。可心根本就不理他，自顾自地收着东西。祝老太见他不为所动，直接上手，可心也正等着他动手呢。老太太一伸手过来，他就拿出了绣花针。哎呦，你这死丫头想扎死我！我哪知道你伸手过来抢小贝的东西，你也好意思？哪个是你的？这都是祝家的。我告诉你，你就是全都收拾了，我也不会让你带走。这可由不得你，你有本事就把我绑了呀，没本事就一边去，哪凉快哪待着，要不然我一会一个不小心就把你这把老骨头给推散架了。你，我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，才有了你这么不孝的孙女？真是大熊猫点外卖，损到家了。唐梅前脚得意洋洋地跟祝建军离了婚，后脚刚踏出单位门口就拿起手帕擦起了眼角，这引得不少围观者同情。祝建军见状，没好脸色地呵斥道：哭什么哭？现在知道哭了，一门心思想跟我离婚的时候怎么不哭？跟你离婚我一点不后悔，只是替自己不值。你太狠心了，先不说我跟你夫妻这多年，你到底有没有为欣欣考虑过？考虑什么？你说考虑什么？他都这么大了，你有没有考虑过他的婚事？他的婚事不是有你吗？那300块钱够你给他买多少嫁妆了？你总不至于还让我倒贴吧？也不知道我当年怎么会瞎了眼看上你，你就不配当他爸？亏他之前还总想办法讨你欢心，真是真心为了狗。祝建军以为他又提钱，没想到是打感情牌。可心小时候就长得漂亮可爱，可他就是觉得不如倩倩亲切，他不过是让他替倩倩下乡而已。没想到这丫头跟他劲儿这么大，想到他那双冷漠的双眼，他又有点不舒服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大声说你不是男人。唐梅突然吼了一声，引来了群众的目光。祝建军瞬间就恼得说不出话来。魏厂长把西边的平房给我们住了，我和欣欣已经收拾好，你要想继续在厂里好好混下去，我就给你个表现机会，主动把我的东西都搬到平房里。你刚说什么？不用装傻充愣，你要说一个不字，我就立马去找厂长帮忙搬。祝建军有点抓瞎，他不明白唐梅怎么会有厂长这个靠山，突然感觉冲动离婚可能是个错误。你跟我说实话，厂长为什么那么帮你？无可奉告。唐梅抹了抹干涩的眼睛，扬起下巴进了筒子楼。周围的人都在数落他的不是，甚至还有人猜测他跟车间哪个女工好上了。他跟哪个女工走得最近？祝建军一进屋就问要搬什么。正在屋里收拾的可心听他这么问，就知道母亲跟他谈得很愉快，指了指已经收拾好的包袱说：这些都要搬走，另外我忙屋里的东西也要全部搬过去。结婚那会儿他们家条件还不错，陪嫁的东西可不少，厂里分配了房子，祝建军就买了一个双人床，剩下的基本上都是他买的，还有工友送的。这铁皮暖壶、化妆柜、放衣服的柜子和一对铜扣箱子，还有缝纫机，都是我结婚时带过来的嫁妆，这些你给我统统搬过去。唐梅在屋里指了指需要带走的东西，祝建军差点没咬掉自己的舌头。这些东西都搬走的话，那他这个房子可成空壳子了。祝老太更是抓狂，不许带走，一件都不许带走，这都是我们家的。妈，魏叔叔不是都答应让我们带走了吗？魏叔叔？哪个魏叔叔？好你个唐梅，野汉子都有了，那条缝隙都被干出老茧了吧？闭上你那张臭嘴！魏厂长要是野汉子的话，估计你儿子早卷铺盖滚蛋了。祝建军的脸无意识地抽动了2下，才1天而已，都叫上魏叔叔了。他越发觉得事情不受控制，且有点诡异。此刻的他也顾不上祝老太的吱哇乱叫，咬着后槽牙说道：我去找人帮忙搬。你个蠢货，让他们都搬走了，你拿什么过？一听这话，祝建军更气，头也不回地去找人。大约10来分钟左右，找了4、5个工友上来，围观群众也跟了上来。中午饭都顾不得吃，先跑来吃瓜。离婚在这个年代也是个稀罕事呢。
见他家的物件一件件的往外搬，众人直呼他大气。唐梅和可心则是一点也不手软，就连角落里的2只蟑螂都一并带走了。妈，上面那个灯泡也是你买的？祝可心，你不要太过分。你狗叫什么？这个不用帮忙，我自己能摘。说完，可心搬来了小板凳，把那颗灯泡也摘了下来。一旁的祝老太嚎的嗓子都冒烟了，此刻的他恨不得用下面来发声。放下，你给我放下！这是我妈花钱买的，凭什么放下？祝老太气得就要往可心身上扑，但被祝建军拉住了。祝老太气得直扇祝建军耳光。逆子，逆子，你就气死我好了，你个逆子！妈，你听我解释。你解释个卵！连2个女人都压制不住，还能指望你做什么？东西都让他们搬走了，你拿什么过日子？妈，我也有我的苦衷啊！我不听，我不听！你把东西都要回来！祝老太往后一倒，直接就晕菜了。可心母女回到平房后，开始整理起了房间。忙忙活活下午，他们这才想起来还没吃饭，正琢磨着做点什么饭。刘老师端了2碗饺子来了。刘老师，怎么麻烦您亲自送饭过来了？这怎么好意思？有什么不好意思？都在同一个家属院，互相照顾是应该的。再说可心曾经也是我的学生呢。可心，快过来跟你妈先把饺子吃了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好的，刘老师。刘老师，那我们就不客气了。虽然觉得有点别扭，但这饺子味道确实不错，素3鲜馅的，韭菜鸡蛋虾皮。刘老师这次也没再提相亲的事，而是东拉西扯闲聊了一会，这让唐梅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。送走刘老师，他还在说，以前怎么没发现刘老师和魏厂长这么好说话，尤其是刘老师这人又亲切又随和。刘老师上课打人可厉害了。唐梅笑笑没说话，简单收拾好，2人就早早的就上床休息。还有4年才恢复高考，这4年也要生活得好好的。我要努力工作，争取早日转正，分到大房子，把母亲也接去大房子住。第2天早上，可心元气满满去上班，出家属院前刚好听到2个正去上班的同事小声说话。祝建军这次离婚离得不值啊，刚离婚就揭不开锅了。昨天朝我借了5块钱，说是买车票送了母亲回家。开什么锅啊，锅都没了，还找我借了1张10斤的粮票呢，也不知道他是真大度还是假仁义，好端端的怎么就闹到了这个地步？他不会在外面有人了吧？这我真不知道，孩子都这么大了，做什么也不能做这种糊涂事啊。小点声，那不是老祝家闺女吗？祝可心装作什么都没听见，心想着老太太离开是必然的，老太太是倩倩找来拿捏他们母女的，现在没拿捏到，还连饭都吃不上了，自然也不会再继续留下去。出来混，迟早是要还的。祝可心骑着自行车出了家属院，老太太正骂骂咧咧跟着祝建军去车站，瞥见他的身影，祝老太推了祝建军一把。他骑的是你的自行车吧？快给我要回来，我要坐自行车去车站，要不回来你就别认我这个妈。祝老太不说，祝建军差点都忘了还有辆自行车。自行车票是唐梅厚着脸皮抢来的没错，但他的钱不够，自己也拿了20块钱。可心，你过来。什么事？把自行车给我。自行车是我妈买的。我也出了钱。你出了多少？我出了20。把自行车还给我儿子，自行车是我儿子的，你不许骑。20你也好意思说出来？你知道一辆自行车多少钱吗？自行车票有多难弄吗？这自行车骑了几年，按你骑自行车的次数和你张自行车的次数，20块钱早用光了。路过的人纷纷投来异样的目光，此时的祝建军只觉得像刀子一样戳到他脸上。祝可心，离了婚我也是你爸，你就说自行车给不给我吧。男人只是给自己的女儿花了半毛钱，就要抢女儿的自行车，不料女儿扛着28大杠在街上跑了800个来回后，竟指着他的鼻子挑衅。不给就不给，有本事你们就去找厂长告状啊！可心说完，扛着自行车上班去了。祝建军知道自己惹不起魏厂长，只好作罢。祝老太啪的一巴掌甩过去。你个没用的东西，这也是他买的，那也是他买的，你买的东西呢？这些年你的钱花哪儿去了？我的钱一半寄回了老家，一半给了2弟，还要养着倩倩，那不是钱啊！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，我在村里都没受过这些气，在城里气够呛。祝老太这些年靠着祝建军每个月的接济，在村里过得比其他人滋润，底气也足。现在突然被可心母女拿捏了，下面很不是滋味。你是我的儿子，是家里的老大，不给我钱养老，不照顾兄弟还是人吗？你还委屈？有什么可委屈？不说这些了，我们先去车站，一会赶不及火车。这么等不及赶我走，你个不孝子！祝建军送走老母亲后，一个人回了家，看着空荡荡的屋子，心烦意乱地灌下了半瓶烧酒。另一边，可心正和阮玲在认真工作，突然听见有人大喊：“贺医生，来急症病人了！”好，我这就去。走，我们也去看看。阮玲拉着可心朝急救室的方向跑去。病人是个孩子，因为生病十分痛苦，哇哇地哭着。贺医生检查了一下，很快给出了结论：
急性喉头水肿。可心一听，大惊失色。一般急性喉头水肿4.6小时就可能导致窒息死亡，而且被漏诊的几率很大。贺晋言能这么快做出结论，说明经验还是很丰富的。好了，要注意饮食，24小时内观察他的变化。我这边要给他进行输液治疗。好的，谢谢医生了。看到没有，还是贺医生厉害。是，你的贺医生最厉害了。你瞎说什么呢？是不是瞎说你自己心知肚明？我又不是不知道你喜欢他。走吧，我们出去说。两人刚走，赵日天便出现在医院。吴秀敏看见他，赶紧抹着泪上前。日天，这位大夫说小智是急性喉头水肿，刚打了1针又输上液了。我当时也是慌了手脚，才去军局先去找你，没影响你吧？以后再遇见这种事情来医院找其他战友也可以。赵日天听他又直呼其名，很是不悦。对战友一双，他保持着应有的距离和尊重。也就是今天正好来医院有事才亲自来这一趟，不然直接安排勤务员兵过来。孩子的并不严重吧？还好，不会危及生命安全。需要住几天院？最少7天。赵日天没再继续问，毕竟也没那么多话可说。跟吴秀敏更没话说，先去缴费。正事刚办完，就被老远看到他的贺院长叫住。贺院长贺长山是他的继父。简单的寒暄过后，又问：日天，你的伤恢复的怎么样了？已无大碍。听你妈说你要结婚了，怎么后面又没消息？你妈准备了不少东西，联系不上你上火了，以为你又不想要她准备的东西。我刚执行任务回来，还没去提亲。他当时说结婚，只不过是想提前做好准备，不想委屈了媳妇，顺便打消他们再介绍对象的念头。需要帮忙吗？暂时不用。赵日天比他们还着急，媳妇要抓紧时间认识才行。贺长山却以为那句暂时不用只是敷衍，压根不想让自己帮忙，有点失落。你不用见外，我和你妈结婚后一直也把你当成了亲儿子看待，和晋言一样，你们俩都是弟弟妹妹的榜样，他们也很想你。赵日天都忘了有多久没去母亲的家，以免他胡思乱想，沉思片刻道：我这2天抽空回去一趟。好，家里随时欢迎你。正在这时，不知谁喊了声可心，贺长山没反应，赵日天下意识地看了过去。可心。赵日天在看到可心一晃而过的侧脸时，几乎1秒就确定这是她。她穿着红衣红裤，戴着红帽子，俨然一副小护士的打扮，比前世跳楼时年轻很多，能明显看出脸上的青涩。这张脸我再熟悉不过。赵日天急走2步追过去，可没走几步又停了下来，仅剩的理智战胜了冲动。这个时间我们还不认识，贸然上前估计会吓到他。赵日天自言自语着，转念问贺长山：贺叔叔，你们医院最近又招人了？快有20天了，正好赶上这届毕业生，招了3个医生，5个护士，其中3个护士算是学徒，不是卫校毕业的。怎么，他们中有敌特？也不怪贺长山这么问，赵日天经常会接一些查敌特的任务，难免会多想。给我一份详细资料。好，我这就给你拿。看着手里祝可心那详细的资料，这下赵日天踏实了。魏厂长说他找到工作的时候，他还有点纳闷，没想到竟然是考上护士。护士挺好，就算是学徒也不错。有问题吗？没有，挺好。尤其这个叫祝可心的，帮我特别关照下。怎么，你认识他？赵日天没说话，起身离开。回到家后，他琢磨了一个晚上，于是第2天早上就在可心必经的路上等他。当可心骑着自行车路过时，也看见了他，那条缝隙也不由得一紧。那个人怎么越看越像赵日天？会是他吗？幸好他现在不认识我。可心假装很淡定地从他身边骑过去，稍稍提速。谁知快骑到他身边时，他突然弯着腰朝他这边转过来。躲开，快躲开！赵日天哪肯躲开，直接一头扎进了自行车轱辘里，吓得可心从自行车上跳了下来。对不起同志，没撞伤你吧？别怕，我不会讹你。我送你去医院包扎下吧。你还能走路吗？不用包，死啊疼。赵日天并没有很疼，但为了能跟他进一步认识，还是故意倒吸一口凉气，吃定他不会放下他不管。我还是送你去医院吧。不用，随便包扎下就行。他笑着真好看，前世我跳楼时，他还没有这么年轻呢。此时的赵日天心里乐开了花，与他并肩而行。突然，远处有人大喊：“小偷抓小偷！”赵日天身为一个军人，自然是不能坐视不管。没等可心反应过来，人就窜了出去。你先走，不用管我。让我先走，我还真有点不放心。虽说不打算嫁给他了，也不想他遇到危险，况且他还受着伤。他骑上自行车也追了过去。只见一个中年妇女正抓着一个12、13岁的男孩。臭小子，偷了我的钱还不承认？我没偷，就是你偷的，你还不承认？还有2毛去哪了？要是我偷的，我怎么会等在这里等你来抓我？你不要不讲理，我捡的就是5毛。我们家虽然穷，但从不做偷鸡摸狗的事。可心和赵日天对视一眼，大概明白发生了什么事。女人丢了钱，被男孩捡到了，男孩捡了5毛，女人丢了7毛，不是误会就是故意讹人。既然你丢的是7毛，那这5毛就不是你的。是啊，你再去其他地方找你的7毛吧，这5毛肯定是其他失主的。小男孩明明只有7岁，
却被一个中年妇女盯着看，只因她手里握着一张写着5毛钱的5毛钱。这就是我的，可能是我记错了，我丢的是5毛。你的5毛有什么记号？什么记不记号？钱不都长得一样吗？你见过哪个女人有2条缝隙的？那你就不能说这是你的钱，钱没记号凭什么就非得是你的？你要不服气，那就让他把钱交给公安叔叔，你去找公安叔叔评理。多管闲事，这个闲事我们管定了，现在就去公安局。可是我也丢钱了呀。那就去公安局找。赵日天和可心带着男孩去了附近的公安局，把钱交给了公安叔叔，剩下的就不归他们管了。男孩见他们要走，也跟了出来。谢谢叔叔，谢谢姐姐。哪里？叔叔，姐姐。赵日天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难看，喊他叔叔，喊他媳妇姐姐，这辈分一下就差出来了。我也才27，照镜子也很年轻，孩子你怎么能叫我叔叔呢？我可伤心了哦，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叫我什么？妈妈说了，我们只要看见当兵的都要喊叔叔。这时，不远处一个大腹便便的女人走了过来。二虎，你怎么还不回家？都急死我了。二虎把刚才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妈妈，免得妈妈替他担心。妈，你身体不好，不用担心我，我都这么大了能找到家。谢谢你们了。大嫂，你别放在心上，都这么大月份了还出来找孩子，也是难为你了。我没怀孕。我妈没怀孕，她就是生病了。什么病？我也不知道，去了好多医院都没检查出来。说实话，这肚子让我想洗的心都有了，要不是还有儿子在，我都……可心观他面色灰黑灵黄，略显浮肿，表情痛苦烦躁，四肢肿得也厉害。再看他的肚子像6、7个月的孕妇，心里大概有了判断。大嫂，你平时是不是一动就大喘气，不能平躺，食欲差，睡不好，怕冷，腹胀？对，就是这样，喝水多，小便少，大便如汤圆。我丈夫早洗了，我的肚子突然大了，害得所有人都以为我怀孕了，还都在背地里说我不检点，说我肯定去找人通管道去了。我去不少地方看了，都没有明确的答复。二虎妈是越说越难过，各种闲言碎语如刀子般，让她恨不得撞死在门前。可是她还有儿子，她不能丢下儿子孤零零一人，只能在流言蜚语中苟延残喘。你知道我这种病？可心听完，当即给她把了把脉。你这个在中医上叫骨症，不是怀孕。二虎妈不懂这是什么病，却也喜极而泣，最起码她能证明这不是怀孕。赵日天没想到还真不是怀孕，对可心现在的医术也很好奇。我知道治疗办法，但是我现在的身份是学徒，你们还是去医院看看吧，让医生再做个详细的检查，应该不至于检查不出什么病。姐姐，我们去过医院，医院治不了，你能看出是什么病是不是？也能帮我妈治疗。二虎妈怕可心不愿意帮忙，扑通一下子跪在了可心跟前。同志，求求你救救我吧，只要能把我治好，我给你当牛做马。我给你个药方，你先吃吃看，应该会有所缓解。我们家就在附近，去我们家有纸何必？就这样，可心和赵日天跟着二虎妈回了家。她认认真真的把曾经背过的药方写下来：川芎2钱，白芷2钱，干姜12钱，附子1吨。记得1日1剂，水煎4小时后分3次服用。我开的药会刺激肠道，利尿利便，小便多腹泻是正常反应，不用害怕，这样有利于水液从2边同时排出。谢谢，我这里的钱不多，请你一定要收下。可心看他家也不宽裕，没接也没数，转头看到桌子上有一套今年刚发行的熊猫邮票，感觉还不错，有升值空间，但比不上那些稀有的邮票，也不算他趁火打劫，转而说道：大姐真心感谢我的话，把这套邮票送给我就行。这太寒碜了，邮票不值几个钱。我挺喜欢这上边的熊猫。二虎妈将邮票全部给了可心，还说了很多感谢之类的话。谢谢叔叔，谢谢姐姐。告别了二虎和二虎妈，可心和赵日天走出大杂院，才发现太阳都快落山了。你的腿还用去包扎吗？不用，刚才你也看到了，能跑能跳不碍事。赵日天的目的就是认识他，经此一闹比去医院还满意，自然就不用去医院了。我叫赵日天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祝可心。祝可心竟毫无防备地说出了自己的名字，随即又安慰自己，赵日天是好人，就算不能成为夫妻，有个这样的相识挺好的。你家住哪？天快黑了，我送你回去。不用，你的腿还受着伤，照顾好你自己就行。不碍事，我在部队受的伤比这多，早就练就了钢筋铁骨。说起受伤，可心刚嫁给他时还有点害怕呢。他身上的伤疤不止一处，每一处都是代表荣耀的军功章，这样一个铮铮铁骨的汉子，也给了他足够的温暖。我要从这里拐弯了。好，那以后去哪里找你？以前没发现他这么无赖啊。
你不会要找我秋后算账吧？我说了带你去医院包扎，是你自己不去。呵呵。赵日天看到小媳妇还有这么好玩的一面，忍不住笑出声。可心心底发毛，心里嘀咕着他怎么这么爱笑，感觉这不像记忆里的赵日天。不是秋后算账，我想写封表扬信到你们单位。那倒不必，我先走了，再见。可心骑上自行车就离开了。赵日天直到他的背影越来越模糊，才朝着相反的方向离去。傍晚的家属院依旧热闹，唐梅本身也是个爱热闹的人，正在平房不远处聊天。欣欣，你可回来了？妈，还有饭吗？我都饿死了。有，就等你开饭呢。今天的晚饭还不错，是唐梅从食堂拿回来的。大家知道她离婚之后，对她更加照顾，当然可能也有魏厂长夫妇的缘故，两母女吃得正香。祝建军突然晃着身子闯进屋。唐梅，你到底瞒着我什么事情？你发什么酒疯？我们现在已经离婚了，你来干嘛？你这是有预谋的离婚，你把我骗了。少在我这儿撒酒疯！你以前不也动不动提离婚？什么叫我是有预谋的？你和你妈都巴不得我离开那个家好，让你娶个年轻的。现在真离了，你倒不乐意。别跟我扯那些没用的，你就告诉我你是怎么跟厂长两口子拉上关系的。我越琢磨越不对劲，车间主任落空了，现在谁看见我都是一副我有错的表情。不是你的错，难道是我的？这都是你做的，你不从自己身上反思原因，还好意思跑来问我？现在婚都离了，我不打扰你，你也别来打扰我们娘俩。不，我没错，该反思的是你。你就说我有没有动过你一手指头，我有没有出去掏别人的洞洞。呵呵，从结婚到离婚你摔过多少东西，你自己心里没点逼数吗？你以为你有多好？再说掏洞这件事，你是没让我抓住把柄。再说了，你心里面藏的是谁，你自己难道不清楚吗？祝建军，你给我滚出去，这里不是你家，轮不到你在这里找我妈撒野。祝建军不过就是想借着酒气撒泼，心里还是很清楚的，让唐梅这么一说，莫名的心虚了。倩倩的身世算是家丑，这要传出去那可真要彻底完蛋了。你就是胡搅蛮缠，我今天不是来跟你探讨这个问题的。真是小刀拉屁股，开了眼了。上集说到祝建军喝多了，跑到唐梅家大闹，可心为了不让祝建军欺负唐梅，直接挡在了他跟前。祝建军，现在胡搅蛮缠的是你，你醉了，再继续纠缠我就去长保卫科喊人。祝可心，就算离婚了我也是你爸。你不用这么大声，让我替倩倩下乡，让倩倩顶替我工作时怎么不说是我爸？你不也没去，你要去了哪有这么多事？你给我滚出去！唐梅一听，一脚就把他踹出了屋。而祝建军还想继续在厂里混日子，所以也不敢闹得太明显，只能吃了这哑巴亏。可心，你是不是很恨你爸？不说他了，我们继续吃饭。唉，唐梅叹了口气，不再说什么。摊上这么个爸，怎么能让人不恨？只是想到女儿连对父爱最后的期待都没了，又有点心疼。欣欣啊，你有没有发觉刘老师一家最近对我们特别好啊？这是为什么呢？其实我也不清楚，反正就觉得很不对劲，可又说不上哪不对劲。他们还没琢磨透。第二天下午，刘老师又带着一只鸡上门了，这吓得唐梅刚来的大姨妈又给憋了回去。刘老师，您这是？听说你的厨艺好，正好朋友给了我一只鸡，你要是不怕麻烦的话，就帮我炖了吧。怎么会怕麻烦？高兴还来不及呢。这就奇了怪了。论厨艺，厨房的大师蟹做得更美味；论距离，也是大师蟹离厂长家最近。以前厂长家待客一般也是请大师蟹去家里做菜，今天怎么拎我家来了？可心里不出头绪，只能从与刘老师的交谈里寻找蛛丝马迹。虽然刘老师说话滴水不漏，不过他还是隐隐觉得是跟介绍对象有关，但人家没明说，他也不好明着拒绝。哎呀，我忘了，老魏说今晚他下厨，这只鸡你们母女吃了吧，我先回去了。刘老师，马上要炖好了，你可以带回去跟厂长一起吃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，老魏会以为我嫌弃他的厨艺不好，你们替我吃了也一样。刘老师说完，一溜烟就跑了。妈，这明摆了就是故意送给我们吃的，你看还没煮熟就找借口离开了。我们现在也没办法了，总不能连锅端回去给他。得了，我们俩吃吧。可心吃得很不踏实，总觉得吃着吃着就会一不小心把自己那条缝隙给搭进去。他不知道到底是怎样的相亲对象，会这么令他们不遗余力。妈，不管厂长两口子出于什么原因帮助我们总该去道谢的，你说呢？你说的对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我打算明天先买点水果去一趟，就是再买什么也比不上人家送的贵重。夜晚，可心梦到了赵日天，另一边的赵日天也梦到了他。一大早起来就给刘老师打电话探口风，得知可心已经吃了刘老师送的鸡，他便打算今日去服装厂家属院跟他来个偶遇。可心骑着自行车路过，一眼便看到了他。你怎么在这里？原来你住这里啊？你是来找人还是？
我来看看我爸的老朋友。这时刘老师也刚好买菜回来了。日天，你来了，叨扰您和魏叔叔了。跟我们还客气，都是自家人。可心几乎在这一秒不受控制的猜测，刘老师想给他介绍的对象可能就是赵日天。可这一世刘老师介绍前，他和赵日天根本不认识，怎么会介绍给他？不对劲，我们两个的生活在这之前根本没有交集啊。可心，原来你和日天认识啊？算是吧，刚认识。不打扰您招待客人了，我先回家。不打扰，不打扰。你和你妈说下今晚就别做饭了，也一起过来吃吧。不了，我先回去了。那你慢点骑。可心扛着车快速回了家，一头就扎进了水缸里，让那颗悸动的心好冷静下来。食堂正是忙的时候，唐梅还没回来，她突然又想起昨晚母亲说买点水果去刘老师家。糟糕，什么时候去都可以，今天不行，现在去肯定会遇见赵日天。不管刘老师要介绍的对象是不是他，还是避讳着点吧，他人挺好，问题在我这里。可心说着，快速出了门，赶紧去食堂。李姨，我妈呢？你妈不是提前回去了吗？说是要去厂长家。完了，这下是真的完了。可心没想到母亲行动这么迅速，居然还提前下班，想来是去买水果了。她又急匆匆返回去，刚转身就撞到杨伟。祝可心，我都这么躲着你了，你还来这里偶遇我？偶遇你大爷，路这么宽，你没看见我在前面？那是因为我眼里没你。我告诉你，我眼里没你，心里更没你。我这辈子只会娶倩倩，最好收起你的小动作，不然倩倩在乡下受多少苦，我就让你在家属院受多少苦。你行，你厉害，你好好守着你的倩倩。书里写的杨伟是个妥妥的妈宝男，后来还在倩倩怀2胎时钻进了别的女人被窝，这种破鞋他才不稀罕。倩倩多好啊，跟朵花似的，在哪儿招不来狂蜂浪蝶？你以为她下乡就能受苦？呵呵，真是天真，说不定你的倩倩现在正在跟别人疏通管道呢。祝可心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又不傻，自己不会领悟。你给我说清楚，不说清楚不许走。让我说什么？说倩倩比我优秀，比我受男同志欢迎，甚至有人为了她把下乡地点都换了。倩倩有多受欢迎，杨伟怎么会不知道？他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。听可心这么一说，心里更乱了。今天他要是不问清楚，今晚肯定是睡不着了。祝可心，你还知道什么？别跟着我，再跟着我就去保卫科告你。滚远点，跟我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，我不想听到闲话。他已经滚了。可心闻声止步，回头却看到了赵日天的脸。怎么是你？你什么时候过来的？你没事吧？可心摇摇头，往他身后看了看。杨伟正在一旁的水池里挣扎，水池不深，淹不洗人，顶多就是弄得身上又湿又臭。杨伟从水池里站起来，指着赵日天：亏你还是当兵的，无缘无故推我下水，我要向部队检举你。随你，不过你最好先解释清骚扰女同志的事。这位同志只是见义勇为，你骚扰我可是事实。杨伟气得又一头扎进了水池里，可心不再理会，转身便跟着赵日天往前走。唐阿姨是你的母亲对吧？对啊，你怎么认识她？唐阿姨刚刚去给刘姨和魏叔叔送水果，现在帮忙下厨，刘姨留她吃饭，让我把你也找过去。什么？真是怕什么来什么，要不是被杨伟这个混蛋耽误时间，没准他还能拦上一拦。走吧，我带你去。我就不去了，不合适，你是刘老师的贵客，别在这儿耽误吃饭时间了。你不去我也不去，请你过去吃饭是刘姨交给我的任务，完不成任务我怎么好意思吃饭？可心服，记忆里赵日天出了部队可不是那么容易听话的人，也不知道他跟魏厂长2口子的关系好到什么程度，竟然一点印象都没有。请我过去只是人家的客套，你不能把这当成任务。不，刘姨说的很诚恳，再三叮嘱我一定要把你请过去。再说你不过去一个人在家吃什么？我随便对付1口就行，你快走吧，就跟刘老师说我已经吃过了。赵日天没想到18岁的他就这么执拗，故意装傻充愣。可是你没吃，不是吗？就当我吃过了，就当是懂不懂。这个我懂，可是你还是饿着肚子啊。上集说到刘老师给可心家送了只不会下蛋的公鸡，为表感谢唐梅买了袋水果，便去了厂长家道谢，怎料遇上了一直想拱他家可心的赵日天，为了撮合他们俩，刘老师特地让赵日天去家属院请可心到家里吃饭。那天看你把脉很专业，是在医院上班吗？那天给人开方子的事你别传出去，我在医院只是个没有编制还没转正的小护士，现在还在学习阶段，离专业差得还远。哦，没想到你医术如此了得，居然还是个实习生。赵日天记得前世可心嫁给他之前医术也不错的，不过他对这些不感兴趣。行，我替你保密。谢谢。两人继续往前走着，不说话的时候气氛有点尴尬。快到魏厂长家时，可心问道：你家跟魏厂长家很熟吗？我爸跟魏叔叔是生系之交。哪里？对于这个回答，可心很意外，前世记忆里他并不知道这些。如果刘老师介绍的对象就是他，那我真的有勇气拒绝吗？想到要拒绝他，可心有点心慌，
转眼间到了厂长家，唐梅还在厨房里忙活着，听到可心的声音，拿着锅铲出来。欣欣，你怎么也过来了？是我让日天去找他的，今晚你们都在我家吃饭。唐阿姨，我请了半天才把你女儿请过来。辛苦你了，小赵。欣欣啊，这就是那天撞到我拿巧克力送我的同志。可心突然感觉世界太小了，小到觉醒前世的记忆后，处处都有赵日天的影子。可心，你跟日天找地方坐，饭菜等会就好。我帮你摘菜吧，刘老师。叫刘老师多生分，这是在家里，你跟日天一样叫刘姨就行。做饭有他们2个忙得过来，你俩来这边坐。日天，要给你介绍的对象就是可心，没想到你们2个认识，你们2个还真是有缘分。可心已经猜到，手还是不自觉地抖了下，刚端起的茶水也溢了出来。疼不疼？没事，不疼，水不太烫。魏厂长看赵日天着急耐劲没有点名，回卧室拿了点烫伤膏出来。可心，这是我珍藏的烫伤膏，你试试管用不管用？可心接过来一看，竟然是前世记忆里唐梅亲手做的药膏，她也会做。我这手连皮都没上，用这么好的药太浪费，不用管它，一会儿就好了。赵日天拿起烫伤膏来看了看，这烫伤膏确实是好药，后来有市无价，是难得的珍品，用来治热水烫红的手，有种杀鸡用宰牛刀的感觉。魏叔叔给你的你就用，不过是个烫伤膏，想来送给你魏叔叔也不会心疼。魏厂长心疼的都快滴血了，制作这种烫伤膏的老中医已经下放，还有没有活着都不知道，但是赵日天都说出去了，他也不能表现得太小气。我本来也是想送给可心，好人都让你这个臭小子做了。魏叔叔才是大大的好人。心意我领了，我这手就红了点，不值得白瞎这么好的药，还是魏叔叔留着用吧。你看这丫头，跟我还客气什么？其实可心也有自己的小九九，她想借助魏厂长或者赵家的力量找回严老。魏叔叔，这是不是那位下放的老中医严开济严老做的？你知道他？听说过。可心恢复前世的记忆后，特别想重新把严老接回来，就能跟他学习医学知识。在书中，他被查出不孕后曾去找过严老，但是严老那时已经死于恶劣的环境。在医院里听人提起过，听说他医术不错，可惜了他的医术。确实可惜了严老的医术，之前我的烫伤那么严重，都被他治好了。其实严老除了治病救人，并没有多大政治性问题，只不过受了家人的连累。这样的话，严老还真是冤枉。赵日天也动了把严老弄回城的心思。前世他跟着可心去找过严老，可惜没见到人。因为这件事，可心难过很久，也彻底失去了生孩子的希望。如果这辈子他能找回严老，可心肯定会很高兴。如果严老的医术能继续发扬光大，那对我们真是莫大的财富。先不说这个了，那个小祝，你跟日天多聊聊，都是年轻人，多接触接触，促进了解完全没问题。大家都不是封建的人，提倡自由自主恋爱。你刘姨第一次当媒人也没经验，多担待点。多谢您和刘姨的好意。您也知道我刚参加工作，爸妈刚离婚，我现在想多花点时间在我妈和工作上。我可以陪你一起进步。可心的心漏跳了一拍，这句话分明是在表白，可他们这一世才见过1-2次啊，要说一见钟情也太夸张。记忆里的赵日天虽然是她的丈夫，但是从不善于表达她的感情。这一世的赵日天怎么跟上一世的不一样了？以前的他可没有这么热情主动的啊，难道是因为比记忆里认识时年轻了7岁吗？年轻果然好，连对待感情都是有激情的。但是重新跟他在一起，可心没那个勇气，她连脉搏都把不到，能不能活长久还是个问题。这一世她也不想把有限的生命浪费在怎么能生出孩子上。抱歉，还是不耽误你的时间了。我觉得值，就不是耽误。在他们聊天的间隙，魏厂长来到了厨房，刘老师也把赵日天就是给可心介绍的对象这件事告诉了唐梅。唐梅表示同意，只是不知道可心愿不愿意。唐梅又不是马上让可心嫁给日天呢，你可以让他们先了解了解，我觉得他们挺般配，不信你问问老魏。相当般配。欣欣同意的话，了解了解也可以。唐梅的态度很明确，让刘老师和魏厂长吃了半颗定心丸。吃过饭后，唐梅和可心道别了魏厂长，赵日天也跟着走出了院子。细心的可心发现他一直捂着肚子，猜测他一定是胃病又犯了。赵同志，你是不是胃不舒服？有一点，不过也没什么大碍。那你回去吃几粒生花生米。赵日天的脑袋嗡的一下，前世他胃疼时，可心也会默默地给他准备生花生米，还会给他煲养胃粥、煮养胃茶。你怎么知道我胃疼？刚才我看你摸胃的位置，今晚又吃了焦糊的肉，想来应该是胃疼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有那么一瞬间，赵日天还以为可心跟他一样拥有前世记忆。说实话，他不希望可心有前世的记忆，那段记忆于他来说太痛苦。谢谢。